狗皇帝，我已经听你的不寻死，你却让我父兄秦儿知道我还没死，还成了跟你暖床的玩意儿。既然如此，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穿着龙袍的男人缓缓走近。狗皇帝，这就是你心里对朕的称呼吗？一巴掌下去，沈淑荣摔倒在地，嘴角流出血来。哼，你该荣幸，朕还没睡够。若你敢死，他们都得死。狗皇帝，昏君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大周定断送在你手里。郡主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沈淑荣感觉到手臂被人晃动，缓缓睁开眼，看清眼前人的那一刻，心底大惊。金小娘，郡主，奴婢金枝啊，您怎么了？她自称奴婢。沈淑荣察觉不对，这才打量屋子。是出嫁前的闺房。郡主，你别吓奴婢，今天可是老王妃办的赏花宴，谢世子也会去呢。您都有一阵没看到他了。沈淑荣坐起身，惊愕不已。竟然能动！他明明已经死了，可听金枝的话，像是回到了10年前。郡主，长公主赏的贡品罗带，画眉最好看。起来吧，奴婢给您上妆。另一个丫鬟银枝走过来。我们郡主是大周第1美人，不画也好看。沈淑荣还在消化这一切，若真重来，她还没成婚，一切都来得及。郡主，这身淡紫色对襟更显气质，谢世子看到您定会被美晕。弄好妆容，金枝笑盈盈地扶着沈淑荣挑选衣裙。沈淑荣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冷笑，但很快恢复如常。郡主，外面婆子刚传话，长公主就等您了。沈淑荣抬步走了出去。今天的宴会，她要做主自己的人生。上了马车，祖母，永嘉来了。臭丫头，打扮这么美做什么？你和谢云峥再有2个月就要成婚了，再打扮还能嫁仙君不成？沈淑荣靠在祖母怀里，闭上眼，感受着这份祖孙情。今天就让祖母见识一番，她能嫁。谢云峥昨天的赋，深得你祖父夸赞，这门婚事不错。都在提醒他谢云峥有多好。成婚后，他也因谢云峥得到了京城所有夫人小姐的羡艳。他逐渐沉迷在这些表象之下，为他奔走，说服祖母让出财库。那时只想着他能早日实现心中抱负，能得狗皇帝如今的狗太子重用。结果呢，他却制造他假死，亲手把他送上了龙床。从此他成了昏君的玩物，不见天日，无名无姓。沈淑荣闭上眼，这么多年，她早已学会如何掩盖自己的情绪。永嘉听说了，真哥哥最厉害，以后有他护着你，我和你祖父走了也能放心了。是啊，他护得很好。此时有2位男子骑马而来，共赴一个目的地。嘉儿，我约你去赛马，怎么不去呀？偏来这种女孩子玩乐的局干什么？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着落？这种场合正适合你。你比我还大1岁，你不也没个着落吗？忽而想到什么，你是来找着落的？我不找。我爹娘说过了，这辈子做光棍，不去祸害好人家姑娘。陆子谦想笑，不是还惦记他嫂嫂吧？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长公主的车驾过来了？谢云照的心跳突然加速，迅速看过去，不就是2人下了马，毕恭毕敬地站在路边等候马车先过。2位公子给马车作揖行礼，随行的长氏姑姑给2位公子回礼。马车走远，你嫂嫂应该也在马车里。别乱叫，他们还没成婚呢。切，就剩2个月了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2个月就不是时间吗？总之他现在不是。老王妃的赏花宴，小辈们聚在后花园里。沈淑荣离开长公主，一路脚步没停，直奔后花园。走到湖边停下，郡主为何只喂鱼，不去找谢世子？四处打量的金枝突然发现不速之客。主，谢二公子过来了。沈淑荣继续投喂，目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世吻合。今日枯燥，他会来，应是因为自己会来。听说王府的鱼养得最好，小爷来看看。沈淑荣像刚知道一般，回过身看他的鲜衣怒马少年郎。你来啦，甄哥哥在哪儿呢？他就只问谢云峥，不知道，
想来是被那家千金拦住了。沈淑荣前世听到这句话，提着裙摆冲了过去，谁敢抢她的人？那时她看着自己为了谢云峥吃醋，是不是很难过？后来她成了他的嫂嫂，她每天是不是很煎熬？如今她的人就在眼前，舍不得再让她难过。你快看这条鱼，别的都是红白相间，只有这条是全红的，你说炖了会不会更红？哪条？就在这里。重心不稳，情急之下不知拉了谁的衣袖。快来人呐！救命！永家郡主落水了！救命！沈淑荣兴奋极了，不断的扑腾。她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大胆的事。谢云照只有刚掉下来时猛了一瞬，过神时心跳都要停了。他不会水，好在离得不远，2、3下游过去，搂住纤腰游去岸边。到了岸边，沈淑荣浑身发抖，2只手却死死搂着谢云照。赶过来的客人都以为他吓傻了。我好怕！救命！他不松手，湿哒哒的衣服贴在身上，胸前的浑圆更是贴紧了男人的胸膛。谢云照不知所措，他那里挤着自己，一低头又白得晃眼。你别怕，已经没事了。郡主上岸了，没事了。谢云峥远远赶来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他的未婚妻紧紧地抱着他的双胞胎弟弟，金枝发了狠，抱住沈淑荣的腰，一把扯下。郡主，我们回府寻太医。谢云峥就要抱起他，都走，离我远点儿。郡主，是奴婢。叫我大哥来，我害怕。快去找小郡王！等待的过程中，有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：一男一女尸身紧抱，这还怎么婚嫁呀？谢云峥脸黑如炭，可事实就在眼前。谢云照知道犯了错，坏了他的名声，虽然是为了救他，既怕他死，又怕他哭。小郡王沈琦绿着脸跑过来：小妹，哥哥。沈琦心疼妹妹受了委屈，便把人抱走了。谢云峥跟在沈琦身后。小妹现在不方便，谢世子请留步。谢云照追随着沈琦怀里的那抹湿哒哒粘在一起的粉，直至消失。他转身回家，跪去祠堂。鲁国公得知，气得在他后背抽了几鞭子，被国公夫人拦下。他亲眼看着郡主淹死不救，事儿就更大了。一家4口各怀心思，乘坐一辆马车去长公主府请罪。沈淑荣哭了一路。祖母，大哥，我是不是脏了？配不上甄哥哥了。谁说的？你可是本宫的孙女儿，大周的郡主，她不过国公府世子，配你是她高攀。祖母说的有道理，小妹放心，她不敢的。别多想，有祖母在，有你黄伯伯在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回到长公主府，太医给开了药，长公主郡王妃陪在床边。祖母娘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两人边开导没事儿边走出去。金枝银枝一直低声哭着：你们俩也出去吧，我睡一会儿，主教不许进来。是郡主。等人都出去，沈淑荣揉揉胸，伸伸腰，找出几条铃系在一起，一头系了重物扔上房梁。他就有些喘，坐在桌边喝了口茶，等有人来了再上去也来得及。也不知道那人现在对自己身上的大小满不满意。长公主府正院堂屋，地中间跪着谢云照。臣给长公主请罪，都怪这臭小子损了郡主名声。公主府想如何惩治，国公府都无怨言。长公主和沈老太傅坐在主位，郡王妃和小郡王坐在一侧，心里都带着气。是怪他，但也是他救的永嘉。郡王沈景轩得知消息，匆匆赶回来。你们都在这儿，永嘉呢？永嘉？谁在陪着？哎呦，坏了！小郡王噌地跑去秋桐院。小郡王进了院子，连金枝银枝都在外头。小妹，突然听到哥哥的喊声，沈淑荣抬步就上了凳子。爹娘，祖父祖母，永嘉不孝。脖子搭上去，门被踹开时，脚踩翻了凳子。小郡王吓得一把刀飞出，他冲过去抱住沈淑荣。小妹，你怎么能犯傻？跟过来的沈家人、谢家人都看到了刚刚发生了什么。谢云照拔出跟在身边的侍卫佩刀。是我坏了你的名声，你不能死，活死！儿子，住手！你救了我，又因此而死，是想让我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吗？是不是我死后都要被人指指点点？谢云照扔了刀。当然不是，我以为我死了，你就不必为今日之事所累，可以好好活着。我不怪你，你救了我，是我的恩人，我家应该感谢你。但我对不起甄哥哥，
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却有失名声。谢云照垂眸，眼眶通红，是他毁了她清白的嫁给谢云峥，是他惹她如此难过。郡主，我不介意。谢云峥上前2步，性命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能平安就是万幸。不，你那般高洁，如出水清莲，我不能污了你。你走吧。长公主，郡王，云峥想和郡主单独聊聊。长公主点了点头，这场闹剧不能再继续，这个亏总得有人吞下。人很快撤离到院子里。郡主，从小我们两家有婚约，可是云照是大哥，理应受封世子。我为了能娶到你，付出了旁人100倍的努力，只有我当上了世子，才能名正言顺的娶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还当这个世子做什么？沈淑荣先是震惊，随即感动不已，内心嗤之以鼻。14岁那年，鲁国公对外说双胞胎儿子出生的顺序搞错了，谢云峥才是大哥，谢云照是次子。其实大家都清楚，大周爵位只能封给嫡长子，鲁国公府是想把世子封给谢云峥，只因那时的谢云照不学无术，顽劣不堪。直到谢云峥被封为世子，沈淑荣才知道她将来要嫁的是世子。她是安心嫁给了谢云峥，但一生的悲惨也都是他造成的。也许他在这个时候对他是有些真心的。峥哥哥，你不用诋毁自己来开导我，我没资格嫁给你，我不要你因为我承受流言蜚语，只有我死了，你才能安好。迅速捡起一枚碎瓷片，搁向手腕。郡主，不可以！门外呼呼啦啦的人跑进来，都出去，都给我滚！你们要逼死他吗？我们永家谁也不嫁了！所有人退出门外，小郡王关上屋门。再折腾下去，总有看不住的一天。小妹不可能不嫁人，流言就是刀子，怎么说都是和国公府的婚约，兄弟俩，小妹嫁谁不是嫁？说的有理，不若就嫁给谢云照，最起码永家不会再想不开呀。可是世子是谢云峥，这谢云照，咱们永家身份尊贵，也太不值了。命不要了。是。郡王走过去谢家那边，咱们两家的婚约未曾定下云峥，如今永家和云照这般，就定云照好了。鲁国公以为呢？谢云照傻了，什么意思？让他娶沈淑荣？他愿意，非常愿意，但他好像不愿嫁他，他一直喜欢谢云峥。谢云峥面露恼怒，不可以！郡王，云峥不在意的，虽未定下，但都知道我与郡主世子永家过不去自己那一关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当然是希望，哎呀，永家是我们梁府的宝，我们只希望他活着，哪怕是嫁给这个纨绔。哎呀，那只是委屈了郡主。逆子还不过来见过岳父？爹，我都和郡主定好了的。谢云峥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他都说了不介意，夫君都不介意，别人又怎会说3道4？你先闭嘴！鲁国公的头都要炸了，能不能让他省点心？世子怎能目光短浅？没了永家还能娶别人？永家依旧入国公府，一起娶2个好儿媳不好？爹，我听郡主的，他说嫁我才……对对对，云长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要问过永家。郡王妃没法子，经由允许进了沈淑荣的屋子。女儿啊，虽说名节大过天，但娘和你祖母不能没有你啊。你觉得谢云照怎么样啊？咱家和国公府的婚约没定下云峥，云照也一样，这样就能堵住悠悠众口。沈淑荣像是没听懂，娘的意思是，我的未婚夫可以不是峥哥哥，也可以是谢云照吗？正是。这样，他在水中抱了我，又娶了我，我就不算失了清白吗？看着女儿懵懂无知的眼神，郡王妃是真心疼啊。就是这个理，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办法。可是大家都说云照哥哥没有峥哥哥好。你的命就是祖母的命，真忍心让祖母哭死吗？小祖宗还挑剔，命真不要了。就是啊，云照哪里不好啊？你就让他改哪里，慢慢的就好了。毕竟啊，他们是同一个爹娘生的，差不到哪儿去。婆媳俩耐心哄着，
这小祖宗怎么又摇头了？娘，女儿嫁给他，生哥哥就会娶别的女子做世子夫人。他是一府主母，女儿要处处受制于人，与其这样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他们怎么就忘了这茬？祖母让你黄伯伯给你开府，郡主府就开在西边的空宅院，你依旧是府里最大的，好不好？可是长公主扶额呀，还可是谢云照常出去骑马遛狗，不怎么在家，孙女一个人孤零零在府里，我不要。中间空地也给你，挨着你的宅子，给他建个马场，在自己家遛狗行吗？沈淑荣抬头吸着鼻子思考，郡王妃被婆母的大手笔惊呆了，女儿这还不满意？他愿意娶我吗？万一他有喜欢的人，我却挡了他娶别人的路，岂不是恩将仇报啊？他敢，祖母去问。长公主直接走出去质问谢云照，谢云照哪有别的心上人，只有沈淑荣，能娶到她，让她做什么都行。扯着嗓子就喊：长公主殿下，我谢云照对您发誓，没有别人，以后会一心一意对待郡主，绝不纳妾收小。沈淑荣听到他的大嗓门，微勾唇角，原来他这个时候就这么喜欢自己了。你看他没有旁人，还承诺以后也没有。长公主眼巴巴的进来，乖孙女儿，这回放心了吧？如果黄伯伯不同意怎么办啊？祖母这就进宫，欠了你的。有劳娘了，她这个娇滴滴的女儿啊，可给婆母出了不少难题。长公主要更衣进宫，打发谢家人先回去，两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谢云照心里难受极了，她虽然同意嫁给自己，但心里一定恨死了他，恨他搅黄了他的婚事。谢云峥双拳攥紧，心中的怒气怎么也控制不住，他的小姑娘就这样不属于他了。皇帝早就听说永嘉落水之事，此时见长公主过来，急忙走出龙椅迎过来。姑母，永嘉现在如何？长公主还没跪下，陛下，姑母就这一个心尖尖，她在家寻死觅活的，可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寻死？长公主与先帝都是正宫所出，先帝当初夺位，一直掌管财库的长公主功不可没，就连现在的皇帝也是长公主力挺正宫而来。这傻孩子，凡事有朕替他做主，他怕什么？人可救下了。算是刚安抚住，不然一会儿要上吊，一会儿又割腕的，姑母哪受得了？姑母且说来，他想要什么，朕都能给他。他失了名节于谢家二郎，若是再嫁给世子，他心里过不去；若嫁给谢二郎，将来又要屈居长房之下，他是郡主，这些年被我养得身娇肉贵的，哪受得了这些？皇帝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见姑母如此，心里也难受，扶着长公主坐下。哎呀，姑母别哭，谁也不能欺负朕的宝贝侄女，咱们给永嘉单独开府。长公主从皇宫出来，事情基本落定，陛下还下了圣旨，此婚堵住悠悠众口。圣旨很快到了谢家，一家人出来接旨，叩谢隆恩。鲁国公送走传旨内监，眼底的喜色微微显露。你们俩兄弟心要往一处使，婚姻之事虽说重要，但大不过家族的昌盛。云照娶了郡主，要好好过日子，云峥还可以再选家世相当的，对国公府只有利。谢云照才不管什么对国公府有利，低着头不吭声，他只要沈淑荣好好的。夫人辛苦，要为云峥物色正妻人选。应该的，你们两兄弟不能因此生嫌隙。郡主落水这事，我们都不想的。谢云峥偏过头，鼻子发酸。他那么美好，虽说被长公主养得娇气些，但他早已视沈淑荣为共度一生之人，如今却成了弟媳，这让他怎么能接受？谢云峥脸拉得老长，谢云照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从小就喜欢永嘉郡主，他仇视的目光瞪向谢云照。谢云照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坦荡地迎上。别这样看我，我不会用这种手段。尤其是对他怎舍得他落水，怎舍得他寻死觅活，舍得他被非议。见他不承认，谢云峥收回眸子，已经如此，再争又有何意义？但永嘉不应该被蒙在鼓里，有机会定要告诉他，只有自己是真心对他好。
秋桐院此时已经安静下来，沈淑荣有郡王妃陪着，看着她的赐婚圣旨上写着谢云照的名字，沈淑荣这心里才重重松了一口气。一胎所出的兄弟性子却南辕北辙，两兄弟的话题度都很高，一人都是褒，一人都是贬。他想由褒换贬，长公主府和郡王府都不会同意，只有在他的性命面前才能有所退让。他今天受委屈了，不过他会补偿。金枝呢？他哭了，说心疼你，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。他倒是有心。金小娘前世谢云峥唯一的通房，是在祭奠他自己死去的爱情吧？你怎么没哭啊？都哭了，谁伺候你呀？奴婢只要您好好的，无论您嫁给谁，奴婢都好好护着您。不觉得谢云照配不上我？在奴婢眼中，谁都配不上郡主。谢二公子虽然不成器，但胜在自小与您相识，郡主知道他脾性，他也知道郡主娇贵，不算盲婚哑嫁。奴婢觉得他以后一定大不过郡主，所以一定什么事儿都听您的。这不，圣旨上都写了不纳妾，谢世子可没这般承诺过。郡王妃突然觉得他劝的有点道理，你们照顾好郡主，今天的事就不重罚了，只1个月的月银。多谢郡王妃，让金枝休到明日午时，我这儿没什么事，不必一直伺候。他现在也不愿意见他，只希望他有点出息，让谢云峥的后院热闹起来。是，金枝也太不知轻重了些。郡主刚出事，他就不在身边伺候。郡主，谢世子送的礼都整理好了。是婢女岁寒，同样被假死，被送进宫，一直照顾着她，现在还是2等。好，让管家送回鲁国公府，再把我送他的都带回来。是。岁寒领命而去，郡王妃摆摆手，让银枝退下。唉，其实啊，世子都不在意，你又何必呢？把他让出来，京城其他家小姐不定怎么笑你，他们有机会啦。娘，春哥哥值得更好的。郡王妃不劝了，再反省都会怪他。以后你和谢二好好相处。娘，怎么了？多给女儿点嫁妆吧。郡王妃想笑，这丫头不哭就开始惊。娘知道啦，给你多多的。鲁国公府，谢云峥看到他送的礼被全数退回，心里像堵了一块巨石，喘不上气儿。谢世子，麻烦您把郡主送的礼找出来，老奴带走。谢云峥一口气儿没上来，呛到了，咳了好久，摆摆手让小厮去收拾。陆子谦摸进谢云照的临风居，一掌拍在傻笑的人肩膀。想什么呢？进来人都不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担心你啊，最后怎么解决的？谢云照咬着唇不吭声，他不想高兴，会觉得自己很卑劣，可是他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，拿出圣旨给他看。自己看。惊动陛下了。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你要娶郡主，世子同意了？这是圣旨，谢云峥能奈何？还给你，直接说不就好了？拿出来吓人。我说进门时怎么看到长公主府管家来送东西？送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但听说是送给世子的。青竹去问问。要敬着啊，属下马上去。还说今天不是去找着落的？连你也这样揣度我？怎会？我只是为你高兴，只是什么？大方说。欲言又止，有病。郡主她对你大哥是我欠他的，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他。你这里不介意？介意什么？他的心吗？他肯不寻死，同意嫁给我，就是要我命都可以。陆子谦看不懂，他又不说。青竹很快回来了。阿爷，郡主把之前送过的礼全部还回。谢云照眼眸一亮，送客？送谁啊？陆三公子请。谢云照没空搭理他。蓉蓉现在是他的未婚妻，不留谢云峥的东西，可以留自己的。岁寒申时才回。沈淑荣看着院子里4口大箱子，我送他这么多吗？郡主，奴婢怀里抱着的盒子是谢世子还回来的，4口箱子是谢二公子送来给您解闷儿的。讨厌，险些毁了他忍了1天的情绪。郡王妃比他还惊讶，走过去吩咐打开箱子，2箱珠宝，1箱项圈，1箱讨喜的玩意儿。女儿，他知道你喜欢项圈，许是世子告诉过他。都收起来吧，算他有心，改日你精神些再看。是娘。岁寒安排人收入库房。沈淑荣看了看银枝，岁寒以后跟在我身边，你交代一下。郡主这是恼了金枝吗？
是郡主。沈淑荣累了一天，赶走不放心的郡王妃，睡了一觉。银枝走回丫鬟房，金枝的2只灯笼眼惊到了她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哭丧呢，这要是被长公主看到，非打杀了不可。我为郡主难过，世子神仙子一般，郡主一生的幸福呀。银枝听着觉得怪异，他和金枝伺候的同样久，可他为何不这般想？你对世子，你怎会有如此心思？我没有，我都是为了郡主。郡主若执意世子，谁能保世子心无芥蒂？你能吗？世子对郡主是真心的，但日日被小人嚼舌根，他还真心吗？他是世子，有他的骄傲，你确定是为郡主在着想吗？我不想听，岁寒已经升了1等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银枝转身就走。岁寒升了1等，金枝抹抹眼泪，不行，他要陪嫁去鲁国公府，只有跟去才有机会。睡醒后的沈淑荣打发下人都出去，银枝哪儿敢，敞开着房门，站着盯桌前的娇俏美人。沈淑荣也不是一定要关门，只是办完这辈子最大的事儿，终于有时间好好捋一捋接下来要如何守住祖母手里的权势，如何把谢云峥的功绩抢过来。前世他也是利用自己才达到目的的，这辈子自己来，何必再劳烦他？他和他说过的关键位置、得力人选，他如今依旧记得清楚。送他上龙床之前，谢云峥应是有些愧疚的。如今想来，他只是怕他记恨，想让他理解他为国为民的苦心，不得已才牺牲自己的妻子。毛笔点墨，纸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人名。他不是记仇的人，却会记账，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都要收回来。晚膳时，郡王妃还在。嫂嫂梁氏月份大了，本该让母亲回去，可她今日没劝。她也是如今才想起梁氏嫁给哥哥的手段，与自己今日对谢云照异曲同工。祖母，您身边办事得力的人，给孙女2个吧。好，明早让王嬷嬷带去你那儿。夜阑人静，沈淑荣让岁寒来守夜。坐下，陪我说说话。前世甲死后4年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在宫里他陪着他，回到国公府他依旧陪着。郡主想说什么？对于谢云照这个人，你怎么看？岁寒思考，不是无能即无用，这4箱礼不是谁都愿意一股脑送来的。奴婢在谢府为了等这4箱礼，吃到了贵客的点心。沈淑荣浅笑，他就知道他想给他最好的。前世从宫里把他接回去，好东西流水一般，日日都有送。人也是2、3天就过来小坐，他依旧无名无姓，不能示人，只有他知道他还活着。但他每次进来都隔着珠帘坐，不到1刻钟就走，是在顾虑他。他能看出他每次都是心情极好，应是想看到他的。可有一次他追出珠帘，吓得他走得更快，1个月不敢来。1个月后的夜里，被一身酒气的他抱了个满怀。岁寒无言跑出去关门，嘴角挂着笑。我是谁？阿照，是阿照。哎，你喝多了，起来。不，蓉蓉，不要赶我。推他的手缓缓放下。万没想到他30的年纪竟然还是新瓜。可那次后他却不再来，应是觉得没脸。但他知道对面角楼上时常他在看自己。1年后病入膏肓的他艰难醒来，发觉2只手被人握住，丝丝温暖透过皮肤传递到身体。对不起，嫂嫂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失去世子之位就会失去你。不叫嫂嫂，叫娘子。如果有来世，不论你是谁，我都会嫁给你，只嫁你。男人温热的眼泪滴在沈淑荣侧脸。娘子，你快好起来，我给你报仇，你还没看到。他知道他在造反，大周已经苟延残喘，他希望他成功，这些腐朽不堪早该被人推翻。他不仅是他的英雄，亦是天下人的英雄。只可惜他看不到他带来的海晏河清。不到1刻钟，他心满意足地躺在他怀里，一生终矣。岁寒拿着手帕擦去沈淑荣眼角的泪。沈淑荣回神，昨天的事儿竟落泪了。郡主，您的看法呢？我只知道在水里怕得要死，是他救了我，后名声有损，他又救了我。郡主能这样想，奴婢就放心了。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里还有谢世子，会觉得我委屈了他？郡主莫多想，刚发生变故，无法一时转变。你们多相处，
姑爷会明白，您心里感激他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要多相处。我们有圣旨赐婚，无人敢说什么。奴婢当然希望主子好。郡主，您早点睡，姑爷送这么多礼，明天奴婢替您去回礼。机灵丫头，好，早点睡。青衣男子一溜烟的跑回鲁国公府。二爷，您送的礼，郡主全收下了。这么晚还没退回，谢云照早就清楚，但听到青英确定的话，难免激动。他喜欢，明天再去母亲库房里挑，都给他送去。恭喜二爷，郡主愿意收您的东西，就是不排斥您。谁说他排斥我？他原本也最爱和我玩。是，属下说错话，掌嘴。明日属下陪您去送礼。国公夫人满面红光的坐在红烛前挑选贵女画册，还不知好儿子要洗劫他的库房。原本打算给云照的人选，他一眼没看，如今给云峥，身份低了。凭国公府门楣，云峥的才学，可挑门更好的亲事，比不上永嘉不要紧，原也无人能及。是啊，身份低也留着，可以给云峥做妾。哎，可怜我照儿。哎，如今都好了。鲁国公揽过妻子，心情好的时候做些心情好的事儿。第二日清晨，沈淑荣醒来，精神不错，但咳了2声。金枝赶紧进来，郡主怎么咳了？许是受寒，奴婢让人熬药。粉末这么厚，哭得不轻啊。不是让你休到50？奴婢哪用那么久，就是一时心疼郡主，哭2声罢了。多谢郡主体恤。更衣吧，这么快就振作起来，是个能装的，不怪我看走眼。岁寒呢？岁寒进来，郡主净手。沈淑荣找出龙纹玉佩递给他，郡主，奴婢去还礼，马上回来伺候您喝药。你有心了。说话间，王嬷嬷到了，带来4个人，和前世一样，福喜、福顺、花田2位妈妈。都是又精又滑的，只可惜啊，前世不懂利用，只当寻常佣人驱使。奴等见过郡主。沈淑荣照例问了姓名，便放人下去安置。金枝他不会再用，不过还是有利用价值的。希望自己嫁去鲁国公府，他能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金枝，过1刻钟叫2位妈妈来见我。是，郡主。等人来时，丫头都出去。2位妈妈以后跟着我，可能会有些累。奴本就是为郡主做事，怎会言累？不过事情办得好，会重赏。谢过郡主。郡主要奴等做什么？我嫂嫂粮食集结后的事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奴懂。还有这张纸里的人，让福喜福顺按查，从出生查起。家世、性格、能力，事无巨细，依旧不能被发觉。奴记住了。沈淑荣忽然想起谢云峥院里的一个小丫鬟，她前世和她姐姐死得很惨，如果她提前把她和她姐姐救下，想来她会感恩。花妈妈，有件事一定要隐秘办。什么事，郡主？记住，她叫紫珊，奴定不让人察觉。2人走时，眼底的惊愕没有逃过沈淑荣的眼睛。他确定出了秋桐院，2人定兵分2路，一人回去传郡主令，一人去祖母院子。3天后的宫宴，狗太子会提到财库的事儿，他就是一只恶臭的狗，只会惦记别人手里的骨头。安排完眼下的事儿，沈淑荣又去铜镜前看自己年轻饱满的脸庞，看自己满身满头的珠翠。没一件是你送的，你会失落吧？谁让你藏着心思让我猜，这次轮到我藏。岁寒盯着盒子里的龙纹玉佩，是什么万年难得一遇吗？刚到鲁国公府就被迎进临风居。你说这是郡主亲自挑选送给我的？谢云照哪敢信呢？自从4年前定下世子，他成了他小叔子般的存在，连接近都成了难事，更别提互赠礼物，想都不敢想。如今竟能收到回礼，且是他亲选，姑爷稀罕得很。他可从未在世子眼中看到过如此光芒。正是，二公子您收好，奴婢还要回去侍奉。郡主早起有些咳，许是昨日落水染了寒气。什么？太医不是看得及时，怎会受寒呢？奴婢不清楚，吃过药的。他娇贵得很，得用好药。你快回去照顾郡主。谢云照收好盒子，跑去正院。娘，开库房，郡主还是受了寒，儿子要去送补药。人未到，升仙至。国公夫人尴尬地看看谢云峥，后者宿醉的模样，此刻目光一片深沉。你先坐着。他慌忙迎出去，怕2个儿子打起来，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卢婆子，跟他去开库房。刚跑到门口的谢云照又跟着卢婆子跑去库房。国公夫人皱着眉，缓缓走进来。云峥，
想开些，娘给你挑好人家。不用了，娘，谁都比不上他。别这样说，娘知道他好，但别人也不差。云照他也委屈，这些年他都远离官场，全家都以你为主，你们是亲兄弟，应该希望对方好，不是吗？谢云峥冷笑，他希望谢云照好？算了吧，他就不应该活着，这样他的一切都没有人来抢。国公夫人看他这般，心里急切，他受不了两个儿子像仇敌一样。你不为他想，也为郡主想想，她一个女孩子又这么年轻美好，难道真要被人言耽误一生吗？还是你觉得她失了清白就不应该活着，希望她不嫁给云照，直接死了算了？我没有，娘，儿子对她的心意您真的看不到吗？既然不想要他死，就好好收起你的心思，否则大伯兄和弟媳这两个词，无论产生哪种联系，都会轻易要了他的命。谢云峥闭上眼，这两个称呼才一日的功夫，在他心里已经划上了100刀。儿子，如果想永嘉郡主活着，你就要藏好自己的心。擦去眼角的2滴泪，我知道了，娘。国公夫人松了一口气，云峥说的话定会做到。谢云峥走去门外，看着库房门口进进出出的谢云照，妄想用这些打动一国郡主，可笑。郡主即便妥协于圣旨，心底之人也是我，能给你什么好脸色？卑劣不堪。两兄弟走后，国公夫人才出来。进库房的时候，这个逆子，不是败家子。夫人，您打老奴吧，给我锁上，锁死。谢云照觉得拿得急拿得少，下次一定多拿，匆匆赶去长公主府。到了门前不敢动了，以往都是谢云峥来，今天却他会不会不想看到自己？怎么不走了，二爷？我来做什么？您探病啊，郡主落水受寒，您作为未婚夫还是御赐，自然该送补品了。哦，对对，我是来送补品的。他如果生气，自己马上走就好，补品送到，他才能好得快。秋桐院内，沈淑荣侧身躺着的姿势都僵了。你确定他会来？梁府就隔了2条街，郡主问了3次，穗寒都有点不敢保证了。郡主，奴婢去看看。刚走2步，巧玉进来，郡主，谢二公子求见。我不舒服，让他进来坐吧。巧玉出去传话，谢二公子，郡主身体有恙，请您进去坐。院门口的谢云照手心出了汗，他能进他屋？青竹推他，二爷，属下在这等您。谢云照仗着胆子走进去。站住！端着药碗回来的金枝，都是你毁了郡主定好的婚事，还敢来？谢云照被叫停，看过去是他的大丫头，什么意思？他让进，丫头不让？沈淑荣也听到金枝的喊声，轻蹙眉头，后又舒展。碰碰也好。见过谢二公子，您可知这里是郡主闺房？当然。既知道，为何还要进？自然是郡主同意，且我2人有圣旨赐婚。恕奴婢多嘴，您和郡主还未成婚，还是应该多为她的名声考虑。谢云照眯起双眸，名声？这婢女是在怪他昨日之事？沈淑荣听到金枝说完话，没了声响，抬起头看出去，他就这样走了，看不到啊。金枝见他一直看着自己，也不说话，就挡在他身前蹲礼，等着说恭送。银枝出来拉他，这是做什么？郡主请的人。金枝不动，银枝没法子，接过药碗回去找郡主。蓉蓉怪我无话可说，一个婢女，哼，还不配。谢云照不再理他，对着门外拱手。郡主，听说你受了风寒，我来送些补药。金枝愣了，这样都不走，死皮赖脸，世子定不会像他这般。听到声音的沈淑荣赶紧侧身躺下，撑着头，请进来。穗寒笑着出去。谢二公子，郡主有请。郡主为何让他进？他害得郡主还不够惨吗？谢云照睨他一眼，走过去，也就是他的婢女，换个人试试敢拦他？谢云照跟着穗寒走进去。7岁前常进来玩，熟得很，莫紧张。被带进里间，珠帘后的榻上歪着一9天神女。谢云照2只眼睛直勾勾盯着，像是被勾了魂。如今已然不是小姑娘了，而是能魅惑她的妖精。穗寒和银枝咬唇忍笑，姑爷看傻了呢。
金枝进来，瞪着2只大眼睛冲过来，张开双臂挡住大片风光。谢二公子太无礼了，怎能盯着郡主看？谢云照没动，等着沈淑容发话。即便他不喜自己，也不会由着丫头胡来。退下，郡主。金枝想说世子绝不会这般无礼，都出去。岁寒行礼走出去，银枝拉金枝拉不动，直接用拽的。门开着，金枝这才放心，顺着银枝出去了。抱歉，我今早起来不太舒服，才让你来这前。身体要紧，喝药了吗？让他们进来伺候。沈淑容歪得实在累，撑着慢慢坐起身。谢云照看着着急，恨不得冲进去扶他起来，靠他身上。还烫着，亮亮在喝，你也坐。找了他斜对面的椅子坐下，身体前倾，像是只要他倒，他就能冲过来扶稳。沈淑容想笑，但能忍住。敢给老丞相马尾巴系炮仗的魔王，只有在自己面前才会这般小心。我们聊聊吧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知道委屈了你。谢云照愣住，他哪里委屈？怎么说，在大家心里，我之前都是谢世子未婚妻，以后难免会有人在你面前提起，或看戏，或嘲讽，都是为了我的名声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谢云照摇头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会认为是委屈？即便你以后不待见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谢云照站起来，坐着不能抒发胸臆。郡主，我怎么可能？沈淑容摆手制止他的话。别怪我，害你不能选清白姑娘。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可以偷偷养着，我帮你隐瞒。谢云照上前一步，刚要辩解，突然又停下。他不介意他养小，什么意思？他被迫嫁他放不下谢云峥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补偿自己。他都不愿看谢云峥身边出现别的女子。谢云照能进来的喜悦一扫而空，可早就知道会这样，不是吗？我答应过的，不会养小，只你一人。既然如此，沈淑容下了榻，走过来，说我让你受委屈，想要什么我补偿你。谢云照抬眸，他想要他的心，他是委屈，要不到，他好想他，想他的怀抱。沈淑容忽然皱眉，头晕，闭眼捂头之际，身体向前倒去。谢云照吓得搂住人，怎么了？有点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谢云照搂得紧，以防他倒下。这时才反应过来，两人这姿势过头了，想放开，又有点贪恋。尤其是他的柔软贴着自己，馨香包围着思绪。我扶你坐好。沈淑容也知道不能吓到他，谢云照扶着他双臂，眼睛不自觉地被他胸前饱满白嫩的沟壑吸引。他慌忙移开眼睛，忽然鼻腔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。谢云照猛地背过身去，伸手一碰，红的。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拿了上好的补药，你先吃着，改日我再给你送。多谢，我躺一会儿就没事了。我先走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3日后的公演我们都去吧，也算是在大家面前露面了。好。谢云照说完就走，原是想跑的。门外婢女见他手帕捂脸，以为郡主冲他发火了，岁寒去送。谢云照摆摆手制止，话都没说，跑出长公主府。谢云照的心慌才逐渐平复。二爷，没人追啊。谢云照瞪他，手里沾了血的帕子揣进怀里，鼻子终于好了，眼前又浮现那白花花。不好，赶紧掏出带血的帕子继续捂着。回府。金枝银枝进了屋，看到沈淑容抖着身子趴在榻上。郡主您别难过，奴婢就知道他会惹您不开心，以后咱们少见他。沈淑容原本在笑他局促的样子，笑他流了鼻血，可笑着笑着真的哭了起来。他昨天就死在他的怀里，他们天人永隔，他是重生回来，但他呢？留在前世孤寂一生吗？岁寒回来时看到被金枝银枝扶起的郡主，微微诧异，这脸上怎会有泪？金枝，你可知错？金枝正鼓着劲儿要再劝两句，闻言一愣，随即跪下。郡主，奴婢知错，但奴婢都是为您着想，您看他惹哭了您。沈淑容也不说他错哪儿了，既知错，出去跪一个时辰。金枝抬眸，像是听错了，跪着不动。郡主，奴婢伺候您喝药。是，郡主。沈淑容那股劲儿过去，心情又好了很多，这辈子也真实存在。岁寒看到，稍稍放下心，回到国公府。谢云照冲进卧房，把自己锁在屋里，躺床上不老实，一会儿趴着，一会儿侧着，直到卷了被子搂怀里，心才逐渐落回来。今天进了他的闺房，抱了他，鼻尖的香，怀中的人都不是假的。昭辉院赤羽匆匆回来，世子爷，二爷这个时辰回，许是被请进去了。他不是失礼
之人，况且是来送礼的。是应该请进去，但未必能见到。郡主心里只有您，我不担心，只是心疼他，难为自己，不喜欢又不得不见。见与不见，心里没有，不会当回事的。倒是世子爷这边来提亲的踩烂了门槛，三公主的贴身嬷嬷也来求师，这些事被郡主听到才会入心呢。谢云峥闭上眼，他知他善妒，虽不合礼教，但他从不反感，还乐见于此。否则怎能证明他心中有他？能拖就拖。是。长公主府秋桐院，看着郡王府送来的箱子，沈淑荣以为回到了儿时，竹蜻蜓泥塑。嫂嫂还是一同往日节俭，走吧，带着去见祖母。银之微愣，郡主在长公主、郡王妃面前一直很维护世子夫人的，如今是要告状。三人出门，金枝跪着转身相送，脸上带着可怜讨好。沈淑荣没看他，径直走过去。你可以喜欢你的，但不能不敬我的。长公主看到箱子里的玩意儿，嘴唇张了又张。祖母怎么不说话？是觉得嫂嫂送的好？长公主摇头。祖母觉得哪里不好？丫头好像长大了，早上还吩咐人去查粮食。长公主依旧摇头，想听她的意思，屏退下人。祖母，孙女不是小孩子了。一夜就长大了。不信您听听，我不能嫁给世子，谢云照被压着，也不可能受重用，我以后只能自己为自己打算。长公主挑眉，是长大了点儿。我还知道您和祖父不能一直庇护我，当年选了黄伯伯，您已经错了一次，接下来只能继续错，否则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长公主大惊，她以为她只想到小家，怎会突然想到朝堂？这些话谁和你说的？孙女说了，一夜长大，您当年力挺正宫，只为财库依然在您手中，我们家人能永保荣华，永保权势。可是祖母，天下人呢？百姓呢？破败不堪。臭丫头，知不知道在说什么？真没人教你。如今太子是好的吗？他是比不得三皇子，但祖母依旧要坚持正宫，因为不坚持就是在反对当今。你的意思，祖母错了？他说这些是否与他今早的安排有关？祖母没错，永家吃不得苦，所以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就要一直留在自己家。你是发现了什么？有人要夺财库？太子远不如装出来的这般温顺好拿捏。孙女敢赌，他上位第一件事便是拿回财库。黄伯伯当政，财库如今的财力已经远不如先帝在时，祖母又是这个年岁，未必能争得过他。你的意思是让你爹接管财库，还是你大哥？小祖宗摇头。长公主纳闷，自己家手中除了他父兄有资格，还有谁？祖母，您叫永嘉吧。封存财库账物的库房开了，沈老太傅得知，匆匆赶来。尘封的账出了问题吗？见妻子坐在堂屋喝茶，老太傅放下心来，进去拉过妻子的手。怎会想到开这里呀？长公主对着里间的桌案一瞥，永嘉，他看财库的账簿做什么？长公主拉着人走出屋子。静轩、琪儿都像你，永嘉像我。怎么说呀？拜我为师了，要接管财库。老太傅震惊，眸子睁到最大，她是真没想到孙女竟有这种想法。当今的状元郎，如今的丞相，才是她心仪之人。只可惜她手中有权柄，不能下嫁，丞相又满身抱负，不肯入赘皇家，这才轮到他。这辈子跟我委屈你了。老头子说什么呢？我没说你们爷儿仨不好，只是有了继承人，心里高兴。老太傅点头，他知道。长公主皱眉，真明白？不见得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要嫁给你，给你生儿育女，陪你含饴弄孙。老太傅没想到啊，他不后悔是吗？好。长公主嗔他，多大的人了，动不动就要哄。财库近年盈利颇微，他接又能改变什么呀？你孙女儿说有办法。哈哈，那就让他试试，折腾不出错来。我也是这样想，她将来做不成国公夫人，谢二又不上进，没准儿真让她折腾好了。夫妻俩携手回去，留下账房陪沈淑荣折腾。金枝贵满赶紧来伺候。巧玉拿了乔小姐、叶小姐的帖子进来，银枝收起来。
郡主说了，这几日忙，不理外事，不接拜帖。金枝路上听到一些言论，正急着告诉郡主呢。我的事，郡主定会感兴趣。绕过银枝走进去，郡主，奴婢来了。到时辰了。到了。金枝脸颊微红，瞥了一眼旁边伺候的岁寒，就你也敢看我笑话？郡主，奴婢听说今早鲁国公府很多人登门，都是家里有适龄小姐的。沈淑荣眼睛都没抬，既然你这么感兴趣，那是吗？这2天你不用伺候了。奴婢哪能不在您身边？奴婢不放心，有别的事交代你，看看都有哪些人家。金枝暗笑自己想多，还以为失了郡主的心，原来是要交给自己更重要的事儿。他就知道郡主最在意世子。是，奴婢定会办妥。沈淑荣摆摆手，金枝趾高气昂地走出去。看吧，只有他最懂郡主。鲁国公府晚膳，国公夫人看着儿子一直吃冰酥酪，有这么热吗？小心肚子不舒服。谢云照抬眸轻含一口，他觉得自己火气太旺，在他面前流鼻血太丢人。就吃2碗，娘，库房怎么不让我开了？国公夫人瞪他，还好意思问？不让开，明天给我支2000两银子。郡主现在有些头晕，儿子再买些补药送去。国公夫人没时间考虑银子，视线投向谢云峥。果不其然，这个儿子脸又黑了。闭嘴吧，过后再说。我可是有1半家产的，您不能不给我。娘给他支不够，我再给你2000两。我司库里的补品你也拿去。死小子，非当云峥面提这事，云峥也是花银子的事也争。我替郡主谢谢大哥。反正都是自己送的，有人愿意当冤大头，给他机会。谢云峥本想刺激刺激他，结果没想到他接受这么良好，罢了，算他送给永嘉，希望他早点好。国公夫人见2人又闷头吃饭，没打起来，心稍稍放下，以后还是少同桌的好。连续3日，沈淑荣一直忙着梳理财库的账，谢云照送进长公主府的礼，犹如羽毛落江，未经起片刻涟漪。他坐不住，站不稳，倒也不必有回礼，但一句话都没有，就很慌。谢云峥嗤笑，他说过，妄想用这些粗俗之物打动一国郡主，这种事儿也只有他能做得出来。3日过去，沈淑荣把财库各部生意营收捋得差不多，金枝也探听好有意谢世子的人家。郡主还记得魏家小姐吗？听说魏老将军亲自去了国公府，就他也配和郡主比？沈淑荣记得魏悠然，魏姨娘前世也是非谢云峥不嫁，蹉跎到20，本以为自己死后谢云峥会把她扶正，结果却娶了皇后的妹妹续弦，这辈子没有自己，看看魏氏能不能得个正妻。银枝看着金枝气愤的样子，借由子把人叫出去，岁寒留下伺候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清醒点，郡主要嫁的是2公子，即日的补品珠宝你看不到吗？郡主若总是放不下世子，被2公子知道，苦的只有郡主。他敢，他也配。反正我提醒过你，你好自为之，不想被郡主发现心思，就对2公子好点，他才是姑爷。姑爷，他不配这2个字。金枝一扭身子回去了。2公子还送了上好的血燕，还说吃没了再送来。金枝刚进去就听到岁寒的话，岁寒跟在郡主身边，眼皮子可不能浅。长公主送来的血燕不知道好多少杯。岁寒知道金枝不喜欢2公子，但没想到他这么快回来。郡主明显是愿意听的，却没说话，悻悻地闭上了嘴。沈淑荣睨了金枝一眼，倒是对谢云峥忠诚。咱们郡主吃穿用度都是顶好的，2公子能有这份心就很好了。银枝姐姐说的对。金枝翻了个白眼，没接话，明显是不赞同。沈淑荣由着几个丫头争，才刚换亲，不能让人觉得他对谢云峥释怀。唯有岁寒面前，他不用太注意。这3天太忙，连他送的礼都没时间看，也不知他有没有失落。好在明天就能看到他。大早上起来，长陵便装扮了谢云照。谢云峥看到他一阵风一般出府，这么早去接他吗？哼，穿成这样，妄想以色待人，真是愚昧。郡主岂是肤浅之人？谢2公子，您这么早啊？我来接郡主。宫宴在下午，好像的确有点早。哦，您先进来坐，奴去报。谢云照进去等在前院，岁寒匆匆跑回秋桐院，看到金枝出来，急什么？如此不稳重，怎能伺候好郡主？郡主怎么了？为何眨眼？不会是
他来了。岁寒点头，抿着唇笑，告诉祖父祖母，我在自己院里吃。是，那奴婢去请姑爷来。去吧。沈淑荣还没和他一起吃过早饭，当年在谢家也只有冯时才会一起用晚膳，他常不回家，可冯时必回。原以为是遵守家规，被他救回才懂他是为见自己。只有这样的日子，嫂嫂与小叔的见面才名正言顺。前院的谢云照看着眼前的点心，想拿又忍住。岁寒来请，他像是没听懂。郡主请他共用早膳，金枝回来被巧玉拦在门外，谢二公子要来，郡主让你避开。金枝不可置信，失魂落魄回了丫鬟房。郡主为何又让他进？不过他好像做错事儿了，他表现得极其不喜谢云照，陪嫁的丫鬟里恐怕不会有他。金枝突然心里很慌，错了，不论郡主嫁不嫁世子，他的目的都是世子，还是要进国公府的，何必这般对谢云照？岁寒敲门，得到回应，带着谢云照进去。风神俊朗的少年郎，不打扮都让人神往。沈淑荣险些看呆了，这么早还没用膳吧？坐。谢云照不能说用了，也不敢说不饿，否则没有进来的理由。乖乖坐下，丢人也是丢自己家，他们将来不分彼此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亏你的药啊，有用就好，我只怕帮不到你。两人慢慢吃着，谢云照仿佛置身云端，梦幻至极。她会是他的妻，不是嫂嫂。两人以后常会这般静静地享受彼此陪伴。等吃好了，沈淑荣舍不得他走，把人都赶出去，聊起近况。这几日在家里读书。读书？沈淑荣想笑，他何时主动读过书？又忍住了。他不知他心思，许是以为他还喜欢谢云峥，在学他安分上进。3天没出府。出了，去了2次药材铺，2次首饰铺。沈淑荣心里感动，他到底能为他做到何种地步？前世不惜闯进皇宫救出自己，不惜造反，现在又为他枯坐3天。你有想做的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让祖母给你弄个官当，和我一起管财库，你觉得如何？他知他不是表面这般无为，否则不会2年就杀进皇宫救出他，而且他也能借机日日见到他。谢云照不知道怎么回答的，傻傻的被沈淑荣带去长公主的院子，脑子里都是那句和他一起。长公主看着小两口，忽略谢云照所作所为，两人还是很般配的。封了9品理事，管理财库的官职。沈淑荣又带他去后花园喂鱼，婢女远远跟着不打扰。到了池塘边，谢云照拉着他往后，别再掉下去。云照哥哥，你是不是好久没来这里了？蓉蓉，你叫我什么呀？又委屈了。云照哥哥，你小时候烤了我养的鱼，我哭了2天。蓉蓉也拔光了元帅的毛，报复回来了。谢云照耳尖绯红，他的手柔软滑嫩，让人有种想放进嘴里的冲动。云照哥哥别生气，我以后再也不拔你的毛了。谢云照猛然转身捂他嘴，小姑娘知不知道在说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哪句话不妥吗？谢云照脖子都红了，不知该怎么说。没什么，我不养了，也不烤你的鱼，我们扯平。云照哥哥，我们小时候很熟的，以后也可以。他的意思是像小时候一样把我当哥哥吗？好，哥哥就哥哥，总比什么感情都没有强。好勉强啊。沈淑荣爱死了他这小模样，好想窝在他怀里，感受他热烈的心，拉着他坐在石头上，聊着从小到大的趣事。得知前几天落水，他挨了几鞭子，沈淑荣顿时心疼。还疼吗？谢云照看到他好看的眉蹙得老高，想说不疼，且很值得，但脱口而出的疼。沈淑荣抿着唇，2滴泪被这个字催落了。谢云照吓坏了，不该惹他的，急急拿出手帕给他擦泪。逗你的，你知道我爹从小打我，我习惯了。他越劝，沈淑荣眼泪越多。如果没有重来，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在一起。也许前世他就该坚持嫁他，才不管什么世子不世子。别哭啊，对不起，不该吓你。你打我，打完就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他这般哄，沈淑荣再也忍不住了，抱住他的腰。他都嫁了人了，他还一直爱着自己。他们错过这么久，他还为他守着。这辈子除了守住财库，算清他的账之外，他爵位被抢的仇，他要一起报。
眼泪没入他的衣襟，怀里的人好像很不安。远处的岁寒高兴，银枝诧异，两人背过身去。郡主是不是接受二公子了？可以叫姑爷的。银枝明白了，他和金枝都能看得出，这几日郡主很愿意和岁寒在一起，许是他猜到了郡主的心。姑爷，快把国公府库房搬来了。4年前未定世子，二公子对郡主就不一般。你的意思，他一直只是换了人封世子，所以才……郡主也只有落水那日哭过。一句话，银枝醍醐灌顶。若郡主舍不得世子，怎会下来圣旨就不再哭，更不再寻死？郡主这几日不见外人，不理外事，都是藏着这件事儿。那二公子知道吗？不知道的好，否则定然不信，郡主会难过。对，现在这样就好。沈淑荣哭了一会儿，情绪好了很多，主要是抱到人了，退出他的怀抱。对不起，我没站稳。娇娇软软的人一离开，谢云照心里一空。我知道你病才好，身体虚弱。沈淑荣又坐下，谢云照也坐下，但不敢乱说话了。歪头看看他，哭得小脸都红了。他还是喜欢看他笑，比百花盛开都美。鲁国公府，谢云照一早去的，进了公主府就没出来。永嘉留他，不会的，虽有不得已，但永嘉从不会委屈自己。更何况面对谢云照，也许他还在前院等着，也许他在老太傅那儿听训，总不会一直和永嘉在一起。世子爷、二爷还没出来。谢云照脸皮够厚的。许是郡主知道夫人在给您议亲，生气了。前2天有侍卫看到郡主大丫鬟来打探，真的，他吃自己醋了。世子爷，不止一位侍卫看到，且不止一次看到。谢云正坐回去，闭上眼，心里轻快了很多。小丫头知道报复他了。知道了，下次再见到解释一下。是，世子爷有机会可以亲自解释。我知道，今天找机会告诉他，我谁都没应。过了50，云照哥哥都晒黑了，和我一起乘坐马车。好，我以后少出门。以后出门我们一起，我怕晒，你给我撑伞，这样我们俩都晒不黑。我最会撑伞，保管日晒不到，雨淋不着。只要他喜欢，他要给他撑一辈子伞。长公主和老太傅马车在前，沈淑荣、谢云照在后，后边骑着马的3人远远跟着。他进他的马车了，是他要求的，他不好拒绝，亦或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走在他车架旁。谢云峥还想说他在气他，但不必做到如此地步。赤羽赤霄在后，不敢言语。世子失了郡主，这几日过得多艰难，他们最清楚。不劝他难过，劝了又生出希望。到了宫门口，谢云峥快速打马过来，给下车的长公主、老太傅见礼。二人只是淡淡回礼，等着沈淑荣。只见谢云照先下了马车，牵着沈淑荣的手，稳稳扶下来。蓉蓉，这样就晒不到了。长公主夫妇欣慰地笑，这小子是个会疼媳妇儿的。谢云峥浑身发冷，牙齿打颤，手攥成了拳。才几日，他竟敢牵他手，最主要的，他不恼他。世子还要等国公夫人，我们先走了。长公主夫妇跟着带路的内官走进宫门，谢云照陪着沈淑荣一起。是要等母亲。长公主、老太傅慢走。头低低的，遮住眼底翻滚的情绪，怎会听不出长公主是故意留下他，他们要避嫌。沈淑荣对这个皇宫没有一丝好感，离开祖母，带着谢云照去了御花园。过去和他们玩吗？不了，在廊下坐一会儿吧，我累了。假山后宽阔，3公主4公主正带着小姐们放风筝，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。如果你不娶我，3公主4公主想嫁你，你会答应吗？谢云照吓得跳起来。当然不。国公府没有你的前途，公主府也许有，真不要啊。谢云照猛摇头，他什么意思？试探还是真想让他找别人？沈淑荣高兴了，坐下，不想就好。谢云照深吸一口气，是试探。我只娶你。沈淑荣和2个丫鬟抿着唇乐，看把他吓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长公主府西边的院子这2天在修缮，中间的地也围了起来，是陛下赏给3公主的公主府吗？哪座啊？就是原来的齐王府，京城除了长公主府，最大的就是它了。父皇到底宠我，舍得把这么大的宅子给我。沈淑荣撇撇嘴，他不在，都去捧3公主了。前世享受，现在厌烦。3公主府要1年后才修，且小得多，哪日知道是郡主府，千万别哭。2人静静坐着看风筝。
远处男子面目全非，从小的好教养在这一刻消失殆尽，摆摆手招来一名内侍。我爹找我，他陪蓉蓉呢，怎能走开？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等我回来，我很快。谢云照刚消失在他眼前，侧面走来一男子。沈淑荣抬眸看假山，好在视线阻隔，否则那群小姑娘怕是会如蝴蝶一般成群飞过来。谢世子，谢云峥眼眶红得要滴血，想来不是刚酝酿的情绪，谢云照是他支走的。谢世子，郡主是接受谢云照了吗？不然呢？若我说这一切都是阴谋呢？阴谋？沈淑荣没懂什么阴谋。那日你落水，他为何就在你身边？为何又救你上岸后不撒手？是他蓄谋已久，是他毁了你的名节，也是他毁了你我在一起的机会。哦，这件事的确是阴谋。谢世子，我只知道他救了我，但你不落水就不需要救，是他害人在救人，射起来的英雄救美啊！有证据吗？谢云峥被噎住，他想说谢云照从小就喜欢他，但不能。他如此卑劣，用此等手段抢自己嫂嫂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吗？还和他相处，让他坐马车，叫名字。暗处的男人脚步顿住，攥紧的手止不住的发着抖。蓉蓉会信他吗？沈淑荣心里一股火窜出，他凭什么这样说谢云照？卑劣的是他，不配为人的也是他，谢云峥。他配不配我不知道，是救我还是害我，我也不清楚。但谢世子单独来见准弟媳，是嫌我死得不够早。弟媳？谢云峥踉跄着退后，他已经接受了这种关系，还有他对他从未如此疾言厉色过。他忍着心痛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他当着你的面不会说我好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哼，多余在这儿听你废话。谢云峥的心揪了起来，仿佛他走了，两个人就再无关联一般。他生这么大气，连听他说话都不愿，是在意他议亲吗？郡主，我娘的确是在给我议亲，但我谁都没有应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世子，谢云峥的话被打断，他盯着沈淑荣，心想他听进去了吧？世子该应就应吧，以免别人揣测与我有关。我的名声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。沈淑荣说罢，提起裙摆走人。真是晦气！谢云峥低着头，眼底晦暗。沈淑荣说什么让他该应就应，他知不知道？一旦答应，他就是别人的夫君，他知不知道？一旦娶妻，他们二人再无可能。谢云照扬着唇，缓缓走出来。谢云峥见到这么快反应过来，还算有点脑子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只不过是感激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以为谁都像你，为达目的不惜一切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知道他为何不信你吗？因为我从不在他面前提你。不敢罢了，怕他忘不掉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好意思污蔑，害怕的人是你吧？谢云峥深吸口气，不与他争辩，抬步就走。谢云照，你当真以为能得到他的心吗？谢云照转身去找沈淑荣，他不否认谢云峥的话，在他面前的确怕提起他，但今日他看到希望，他相信自己，不信谢云峥，不光不信，还恼了他，嘴角便不自觉高高扬起，扬着眉哼着小调找未来媳妇儿去。宫宴快要入场，内侍和宫女们恭敬地站在殿两侧等候差遣。谢云照送沈淑荣坐去长公主身后，再走回鲁国公身后，等成婚，蓉蓉就可以和他坐一起，不必如现在般分开。你和郡主去哪儿了？陪他在御花园里歇息，他身体还没恢复好。你以后要好好照顾他，他是郡主养的娇气。孩子知道，所以娘，你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给郡主留着。就惦记他那点东西。国公夫人想翻白眼，又想骂他，见谢云峥过来，住了嘴。知道了。两兄弟坐在父母身后，谁也不搭理谁。皇家人进来时，沈淑荣眸中的恨意转瞬即逝。人总是要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太子李琛扶着皇帝坐下，自己坐在皇后身侧。很快有人把目光对准长公主这边，太子微微点头，臣敬长公主。先帝登基前，长公主就掌管财库，至今为止功不可没。都是为了大周，为了陛下，应该的。本殿不敢居功。姑祖母过谦，这么多年您为了财库操劳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侄孙亦是心疼你。老东西该交出财库了吧？多谢太子惦记。长公主饮下这杯酒，抬头一瞬，眸子发冷。永嘉说的对，
真冲财库来的。陛下，臣如今年事已高，财库也该有个接班人。此话一出，大殿内所有人的眸子唰的一下看过来，长公主想把财库让出来。哎，姑母哪里老，再为朕分担几年吧。父皇，姑祖母操劳了一辈子，也该享享清福。既如此，姑母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臣这孙女儿心系大周，且自小受我教导，想必跟在身边再学个1年半载，便能胜任。老钱婆玩什么把戏？还想留自己家里？做梦！永嘉竟有这份心，黄伯伯日理万机，没有多余的精力在操劳财库。祖母又年岁已高，永嘉自幼跟在祖母身边，耳濡目染，自觉可以胜任。何况祖母还可以时常教导永嘉，而且永嘉是大周的郡主，受大周臣民供奉，也想为百姓尽一份力，不该尸位素餐。皇帝认真思索，永嘉既然有这份心，倒也可以一试。太子眯眼，他竟真要接管？陛下，不是老臣不信郡主，实在是郡主太年幼，而财库又异常重要。是啊，长公主，财库近几年越来越式微，也许换人就会有所改变。郡主的确太小，且即将与犬子成婚，婚后只怕不便。爹，没什么不便的，儿子与郡主一起管财库。今天长公主封了儿子财库管事的官职。什么？陆国公头婚啊，财库还没拿出来呢，云照就混进去了。这么说来，也算是拿过来了。他看了看太子，后者明显不吃这一套。陆国公没多说，太子看出他的意图，还是拉他下水。鲁国公言之有理，永嘉妹妹嫁了人，再为谢家开枝散叶，怕是没时间没精力管理财库的事。是啊，郡主是国公府儿媳，进了后宅不便在外行走，和长公主毕竟不同啊。哎，徐老头，你听不懂话呀？我说由我帮着郡主管。云照啊，你不是徐大人没听懂，实在是你更让人不放心啊。谢云照恼了，废物太子还敢笑他？他刚要争辩，被鲁国公拉住。如今朝政繁忙，黄伯伯每日殚精竭虑，太子哥哥监国，今年的洪涝、边境的骚扰，是不是都有了应对之策？孤正在筹划，还需些时日。那便是了。永嘉知道您和黄伯伯忙，都是为了百姓，而永嘉和云照哥哥却是闲了近20年，现在想为大周、为百姓做些事。如果各位大人不信任，可否给永嘉1年的时间？1年后，我们以力为衡，若无法胜任，永嘉和云照哥哥请辞。鸦雀无声，都在思考。黄伯伯，您觉得如何？丞相以为呢？老臣以为郡主接手也算便捷，长公主府对于财库了如指掌，可以一试。丞相说的在理，永嘉能有这份心，朕心甚慰。父皇，儿臣也是支持的，只是永嘉妹妹要嫁人了，恐多有不便呢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朕给永嘉赐了郡主府，挨着长公主府，不必担心。永嘉自小娇惯，离不开姑母。三公主突然脸上火辣辣的，头低得不能再低。谢云峥的拳头捏得咯嘣咯嘣直响，心疼的厉害。谢云照闻言呲着牙笑，单独住好，这样蓉蓉可以远离谢云峥。沈淑荣走去厅中央，伸手示意谢云照出来。谢云照一步窜出去，扶着沈淑荣，两人跪下叩首。多谢黄伯伯，我们2人定不负圣恩。多谢陛下，我们2人定不负圣恩。宴会散时，天边只剩落日余。沈淑荣坐了祖母的马车回去，谢云照骑着马在后面护送。以后有的你忙。祖母，永嘉想多出去走走看看。好，叫云照护着你。长公主越发觉得换的婚事好，永嘉不用依附夫家，自然有个事事以他为主的夫君才好。她很愿意呢。云照读书不行，功夫学的倒是最好，能护得住你。沈淑荣脸颊微红，她知道她浑身的肉都紧绷绷的，可有力量了。到了家门口，沈淑荣又被谢云照扶下来。我回家了。男人语气带着不舍，沈淑荣哪能听不出？路上注意安全。谢云照目送他进去，见大门关上，谢云照转回去牵马。都相处了1天了，已经很好。再说晚上看不到是应该的。几人刚要上马，小门出来一人。郡主有交代。二公子，明早郡主等您用早膳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郡主，我会早点来陪她。翠寒又行了一礼，抬眸瞥他神色，笑着回去。姑爷又高兴了。
沈淑荣回房后，简单梳洗便睡下。今日没午睡，已是累极。谢云照院子里呼呼舞剑，睡不着，心里美。三公主回去发了一通脾气，她才是公主，凭什么所有的风光都被一个郡主夺去？四公主也蔫蔫的，她好维护永家。太子回去后，老千伯把这不撒手，好得很呢。沈淑荣竟然还敢要郡主府。谢云峥回去之后，谢云照为什么活着？这一夜只有沈淑荣睡得安稳。夜深，一黑衣男子暗处穿梭，溜进一高门大院。美了，羡慕。有了财库。等等，什么叫有了财库啊？你爹你大哥的心思，他们没得到，你先得到。我没得到，这是他的。他的不就是你的？错，他的就是他的，我的也是他的。用时行个方便总可以吧？看情况。哎呀，白高兴了。我娶媳妇儿，你高兴什么呀？让你来干嘛？只为了显摆？怎么嫉妒？快走，看就烦。第二天清晨，谢云照已经巴巴赶去长公主府用早膳了。门房看着比昨日还早的谢二公子，忍着笑带人进来前院，让人去通报郡主。谢云照赏了他10两银子，以后少不了大早上打扰。门房千恩万谢，姑爷脾气真好。岁寒又来请人，沈淑荣还没梳妆，披着外衫歪在榻上，衣袂轻垂。谢云照还是第一次见他这般，心砰砰直跳。他不介意他看到？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沈淑荣微微点头，他的确还没精神，想说以后不必这样早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来了就等着，你睡好再叫我。沈淑荣又想笑了。这傻小子怕是恨不得住这儿不走了。谢二公子来了，奴婢记得您喜欢碧螺春，正巧煮了新茶，二公子尝尝。谢云照回头皱眉，金枝之前拦他的大丫头银枝岁寒也微微蹙眉，金枝怎么突然待见二公子了？沈淑荣眉眼淡淡的，看来他已经想明白，没有谢云照，他连国公府都进不去，更别提有机会爬上谢云峥的床。怎么没人说话？二公子，郡主落水吓到奴婢了，奴婢太过忧心，所以言语都有冲撞，还望二公子海涵。屋里依旧无声。谢云照知道沈淑荣有意让他自己处理。起来吧，你也是担忧郡主。多谢二公子，您以后常陪郡主用膳，喜欢的口味可以告诉奴婢，奴婢吩咐厨房。有了。二公子客气，郡主，奴婢这次真知道错了。好，以后不用避着了，奴婢伺候您梳妆。谢云照收回视线喝茶，不能一直盯着，眼睛老实的看着茶杯，很快又跑到梳妆台前，不知不觉就看呆了，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他知道自己没救了，若是从未得到，就谈不到失去，但现在谁敢和他抢蓉蓉，他定不死不休。早膳摆好，两人安静用膳。工部侍郎之女叶曼，国子监祭酒之女乔月的帖子再次呈上。沈淑荣看到叶曼的名字，心抽痛。叶曼死的时候，他哭了2天，结果他被假死后，却在皇宫看到了他，同他一样，也被夫君假死送上龙床。这辈子他改了命，叶曼怎么办？他的婚期还有1个月。今天我们要出去，时间不多，给2位小姐回帖。是。沈淑荣嚼着燕窝粥吃不下，怎么能退掉他的婚约呢？他们俩惹你生气了？有什么办法能退掉2个人的订婚？谢云照脸色煞白，他要和他退婚。沈淑荣见他变了脸色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是说我们是……不行。沈淑荣发现根本没法说，难道说以后会怎样吗？不是我们是谁？他想让谁退婚？沈淑荣见他更慌，屏退下人，握住他的手。你别紧张，我说的是叶曼，她和贾侍郎的次子订婚了，1个月后成婚。哦，交给我。什么？沈淑荣没明白，什么交给他？蓉蓉想让他们俩退婚，这件事儿交给我。他不问理由？沈淑荣的疑虑写在脸上。蓉蓉想做什么都可以交给我，我不需要理由，只要你不和我退婚。沈淑荣咬着唇，他还没想好的理由，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。说不感动那是傻子。我们现在像是要退婚的样子吗？两人单独共处一室，同桌吃饭，2只手握在一起。不像。会不会很难啊？不会，对我而言再简单不过了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？你想做什么就做，没有为什么。我要是杀人越货呢？我替你去。沈淑荣心里甜甜的，她信
此时看着他微红的脸颊，好看的唇角，特别想亲上去，可是又怕吓到他，只好再忍忍。吃饭吧，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。谢云照松开他，见他有了胃口，放心的吃了起来。叶曼和乔月等了几天了，都急着过来。谢云照给他们腾位置，跟着下人去了财库账房。上次见面已经很久远，沈淑荣此刻感怀上天的恩赐。郡主，听说陛下给你单独开府，只有公主才有的待遇，真好。是啊，原本我还觉得你失去谢世子可惜呢，如今看来更好。国公府儿媳没有一府之主来的痛快。这么说，谢云照算是入赘吗？想入赘郡主的大有人在。谢云照虽是国公府的公子，但没有爵位，也算高攀。沈淑荣知道他们都不看好谢云照，但没关系，他的好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别说我了，你们俩最近如何？不好，就那样。曼曼姐要成婚了，最近也忙得很。小乔，你怎么不好的？你们还记得我爹看好的小进士吧？他最近不和我联系了。不应该啊。沈淑荣回想，小进士前世特别宠小乔，成婚前小礼物、小情诗日日不落，从来没让他如此失落过呀。婚后也时常陪着小乔来国公府，小乔来找自己，他就去找谢云峥。许是他忙，过阵子就好了。可能是吧。我今日要出门，你们也去吧。好啊。谢云照以为会和蓉蓉单独出门的，趁人不注意时瞪了叶曼和乔月一眼。二爷，您坐马车吧，郡主嫌您黑。不，他只是怕我变黑。是，您请上车。坐什么马车呀？拿伞来。坐马车怎么能护在蓉蓉身旁呢？3个小姐妹乘坐一辆马车，后边跟着一辆空车，一行人前往西城。沈淑荣掀开马车窗帘，看到的就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少年郎。少年郎头顶举着伞。蓉蓉放心，这样既能保护你，又晒不黑。途中被几个认识的公子哥看到，还调侃一番。喜儿，谁家爷们儿撑伞呀？我是不是爷们儿？你挨揍的时候不清楚吗？你也不管管。我让的。他可真听话。他不是听话，是只听郡主话。你的小见识不最听你话啊？乔月吐吐舌头，撇出这几天的不联络，是挺听话的。一路上说说笑笑。在看到城西的难民时，沈淑荣2辈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，有人卖身葬父，有人为子求药，每个画面都与昨日皇宫的歌舞升平大相径庭。怎会这样？我只是听爹爹描绘过，从未见过。谢云照抓着沈淑荣手臂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先回去。云照哥哥，我想再走走。谢云照护着他走进去。原本磕头的人磕得更频繁，都能看出几人非富即贵，求口吃的就好。云照哥哥，怎么了？以前的大周百姓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，他们以前也是夫妻和睦，子嗣绕膝，如今没了家园，成了流民，太阳还能照耀多久都不一定。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后代还能延续今日的安生吗？谢云照踌躇，他们2人的后代有他在没问题，但有一日他不在了，很难保证。我想利用财库重建他们的家园。蓉蓉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返程途中，马车里很安静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。依然撑伞骑马的谢云照，脑海里都是沈淑荣难过的模样，他心疼，他不该为这些烦恼，应该无忧无虑的娇娇美美的活着。我让我爹派人施粥。我家也来施粥。沈淑荣没制止，多一个人出力，吃上饭的人就能多一个。我们自小的世界只有琴棋书画、金银珠宝，长大了又想着嫁给什么样的人，婚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有一丝不如意都会难过几日。如今看到他们的生活，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。郡主说的对，我还在为小进士郁郁寡欢，实在不该。有他没他，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可这里的人不一样。叶曼也赞同，她的婚事将近，每天想的都是夫君会不会对她好，婆母会不会苛待她。如今想来，好像都不重要了。
他怎么能带郡主去那种地方？又脏又乱，有难民暴乱怎么办？跟我去接人。他就要走，赤羽拉住他。世子爷，您不方便吧？就说有事公干，看到他平安再走。赤羽跟上是要有理由。两人还没走出昭辉院，国公爷有请。谢云峥给赤羽使眼色，自己去了正院。爹，何事急着叫儿子啊？哈哈，你的婚事该定下了。是啊，世子，魏家的姑娘对您情根深重，为人贤淑。儿子不急，不能再等了。云照就要掌握财库，你再娶个世家好些的，咱们国公府的未来才更稳固啊！国公爷说的是，世子爷，您的婚事要早些定下来，末将们的心也就踏实了。部下们很看好现在的局势，对国公府很有利。郡主带着财库嫁过来，谢云照这个废棋自此也算有点用。陆国公看着儿子不屈的神色，既然所有人都成了将就，你就挑个看着顺眼的吧。谢云峥闭上眼，缓了好半晌，才放下那股执念。父亲看着挑吧。既然都不是他，爹挑个于国公府最有利的便罢。云峥，爹没看错你，是能以国公府为重的。爹，没别的事儿，儿子先告退。去吧去吧。谢云峥恍惚地走回昭辉院，把自己锁在卧房里，一阵一阵的狂笑传出来。还是到了这种地步。赤霄守着院子，眼里满是心疼。沈淑荣回府，他带着谢云照召见了财库的管事，一条一条郡主令传下去，他要在4个月之内实现南北水运通商。谢云照一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，他的小姑娘如今威风得很。等管事们领命退下，云照哥哥，其实整顿货船并不难，难就难在这几个县城近几年灾情严重，河道早就被水匪霸占。他拿出山河图指给谢云照，这几处的灾情太重了，当地的父母官不知道在做什么，黄伯伯年年拨款，年年大灾。先让人去查探，若还是如此，我亲自过去。谢云照脑子里已经骂了当地官员无数次，敢让他的蓉蓉操心。我也要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谢云照脸颊微红，他是不是不想和他分开？两人统计各自可用之人。下午，沈淑荣去长公主处要100子灵卫的指挥权，又要了工部的2名官员。你打算用到什么时候？不还了。长公主吸了一口气，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。鲁国公府父子俩正和亲信议事，谢云照来了。你们聊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鲁国公尴尬地看了看部下，谢云峥也是蹙起了眉。他从不参与朝堂，今天怎么会过来？很快便没人理他。裴副将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世子既然不想挑住在京城的女子，吏部尚书之女怎么样？她虽养在老家，但其祖母当年可是出名的温婉贤淑，相信李家老太太教养出来的孙女儿定是不错的。的确，而且与吏部尚书联姻，对国公府也算有利。谢云峥皱着眉思索，京里的贵女，尤其之前缠过自己的，永家都不喜欢。这位李小姐不在京城，和她没有矛盾，也算。他都不在京城，怎能知道好不好？给世子选妻，定然要贴心的，真心待他的。哦，二公子有合适的人选？当然，魏家小姐非世子不嫁，她才是最有诚心的。三公主就不考虑了，毕竟世子不能入赘。你哥不喜欢京里的，那也不能辜负魏小姐的一片诚心呢。不如世子2个都娶了，一妻一妾。什么混账话！出去！我不走，我也是国公府的一份子，定然要为国公府谋划呀。而且儿子现在能参与财库的事儿，爹确定让我出去。哎呀，二公子如今懂事了，国公爷应该高兴啊！别打消孩子的积极性，何况财库的事儿还需要从他口中得知。哎，来这也行，你哥的事儿你别参与。是你常说我们要兄弟齐心，现在连建议都不让说了。不听算了，把我的令牌给我，再给我点人手。怎么一回家就要人要令牌？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要人做什么？我在财库任职，没人用郡主不得笑死我。陆国公府额，他这个逆子就是来讨债的。可以给你，但令牌不能乱用。儿子懂，儿子都及官了，也快成婚了，已经懂了。陆国递给他，谢云照接的时候阻力不小。哎呀，放心吧爹，儿子如今有了官职，以后遇事轻易不会用家里身份的。你如今是长公主孙女婿，郡主的未婚夫，还是财库的理事，这令牌不得已时不要用啊！知道了爹，我走了。陆国公怔愣半晌，儿子都走了，还没回神。
他真正的长子有正事儿了。谢云峥眼底闪过狠厉，这个时候才想上进，晚了，他不会给他机会。你们参考下我的意见啊，世子的裙带关系可得好好利用。气得鲁国公要冲出来，被部下给拉住。裙带关系是什么好听的词儿吗？谢云峥捏着拳，还敢笑话他。谢云照去了督察院，找负责临淮一带的御史刘思明。年过40的刘大人听到他找，这个魔头找他做什么？得知是来了解洪涝灾情之事，他很意外，但也郑重地接待了谢云照。谢云照难得认真一次，刘思明也没保留，该说的都说了。第2日大清早，谢云照又去了长公主府，沈淑荣依旧是昨天的模样，领退下人让人进来。早上想吃什么？我昨天取回令牌，又找了刘御史了解了临淮的情况，一会儿说给你听啊。沈淑荣一早醒来就被感动，又想抱他，怎么办？突然窗帘被风吹起，他向前扑去。什么东西？好可怕！别怕，风而已。云照哥哥，自从落水，我的胆子好像变小了。有我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谢云照把人搂紧，轻声安抚。沈淑荣贴了一会儿，像才反应过来一般，推开他的胸膛。云照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成婚，不该这样，都怪我。谢云照心里痒极了，短暂的柔软无法抚平狂跳的心，一把把人拉入怀中，紧紧地搂着，细细地感受他的娇软。不怪你，你害怕，要再抱抱才能好。沈淑荣美死了。谢云照闻着她发间好闻的玫瑰花香，这辈子都不想松开。两人贴得紧，伴随沈淑荣的呼吸而不断起伏的胸脯冲击谢云照的神经，他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鼻腔一酸，又有液体想要流出，还没抱够，又不得不松开。我先出去，等会儿再来陪你。谢云照又一次落荒而逃。婚期太慢。谢云照逃出府门，才没人关注，手帕再次变了血帕，还没收起来，就见陆子谦迎了过来。哎呀，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几天没找我了。我没空陪你玩。我知道你要陪郡主，可以带着郡主一起玩啊。谢云照思索，也行，你先回去等我，我问问他的安排，再让人通知你。哎，好。陆子谦骑着马颠颠的回家。沈淑荣叫人进来梳妆，银枝岁寒见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一头雾水。姑爷又是捂着脸走的，郡主不像发脾气的样子。花妈妈走进来，郡主，庄子里已经安排好了。沈淑荣对着镜子露出一抹得逞的笑。谢云峥啊，谢云峥，你将来最大的筹码也即将失去。花妈妈又递上一封信，沈淑荣越看脸越黑，还真叫他猜对了。郡主，他和姓段的还有往来。什么？现在？每月15，正是明天。去郡王府请哥哥过来，就说我不舒服。比他先一步得到消息的长公主已经换了郡王妃来，婆媳俩坐着研究要怎么告诉沈琦这些事儿，却没想到沈淑荣已经把沈琦叫来了。小妹哪里不舒服吗？陪谢云照用过早膳，让他先去账房等他，他单独见了哥哥。哥哥，你先看看这个箱子，里边是我落水第2日梁氏送来的礼物。沈琦一惊，小妹怎会称呼妻子梁氏？是梁氏做了什么惹小妹生气了？他哄一哄就好了。他打开，都是小孩子的玩意儿。是，小妹别生气，哥哥回去问问他，再给你补上最好的。哥哥，咱们2个被蒙蔽了，和梁氏的相遇是阴谋。沈琦呆住，妹妹她在说什么？看着手里的纸张，沈琦只觉天旋地转。梁氏成婚前有青梅竹马，而她的青梅竹马却被她的继妹抢走。她发誓要嫁给有权有势之人，第一个勾引的是谢云峥，他只是她的第3个目标。小妹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这不可能啊！梁氏她……沈淑荣知道他很难接受，他也是。哥哥，我们就是太善良了，被人利用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娘和祖母可能早就看出他心机深沉。沈琦不敢信，不愿信，他第一次懂什么是情窦初开。哥哥，如果他爱慕你，用些手段，我不觉得有问题，因为他也刚干过这种事。但你是他的第3个选择，甚至算上他的竹马，你是第4个，我忍不了。最让我无法接受的，他的竹马，也就是他如今的妹夫，去年考取了功名，他们有偷偷见面。长公主得知孙子来了，暗道坏了，婆媳俩匆匆赶来。沈淑荣没让进，不来一剂猛药，她永远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爱情里，与其付出后更加失望，不如快刀斩乱麻。
沈琦捂着脸，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。等他发现时，忽然觉得脸热，让小妹看笑话了。咱们兄妹永远是最亲的人，我在你怀里哭的时候更多，哥哥不必在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，祖母向着太子，他却想搞垮我们。沈琦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颠覆了，他这21年是白活了。所以哥哥，同一家人的性命相比，粮食还重要吗？沈琦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，摇了摇头。家没了，粮食自然也没了，难过还有什么意义？原来这就是小妹接手财库的原因。沈琦走出沈淑荣房间，神色已恢复如常。在家人和性命面前，情爱不值一提。长公主郡王妃就在廊下等着，二人见沈琦出来，围过来打量。祖母娘，儿子有眼无珠，以后定然不会。婆媳俩见他没事儿，这才放心。郡王妃带着儿子回家，二人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明天就看看他会不会真的出府。枕边人也不可信吗？枕边人，他在怕什么？又或者沈琦夫妇出了问题？别人我不清楚，但蓉蓉放心，可以一辈子信任我。沈淑荣难得心情好了一点。明天我有点事，你别来了。谢云照点点头，不能太粘人。好。第二天，一间茶楼的雅间里传来了亲吻的声音。再有2个月就要生了吧？是个男娃就好了。我这么厉害，一定是男娃，所有的家业最后都是我们的。沈淑荣惊呆了，梁氏肚子里的孩子。沈琦瘫坐在椅子上，沈淑荣不忍再看，悄悄走出门，给他空间。沈淑荣招手，花妈妈、田妈妈凑了过来，封锁茶楼，歇业一天。是。沈琦和梁氏成婚时，郡王妃就把这间茶楼给了梁氏，梁氏每月15都会过来，左右包厢都不允许落客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今天沈淑荣和沈琦就在隔壁。长公主还是进去找沈淑荣，孙女做事太绝，还是要委婉些。祖母，针扎一次只会疼一下，回头她一包扎，针就白扎了。长公主也知道这个理，但毕竟是自己亲孙子，她下不去这个狠手。祖母放心，哥哥虽然善良，但他能经得住事。长公主叹息着回去，本以为有他在，孙子孙女能一直荣耀，可没想到内忧外患始终存在。沈淑荣去找谢云照，他正坐在账房里看账本呢，让他安心坐下来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看什么呢？你哥走了。沈淑荣神情蔫蔫的，谢云照看到想去哪儿玩的话问不出了。不高兴吗？你看出来了。沈淑荣坐在他身边，头轻轻贴上他的肩。云照哥哥，善良不是最美好的德行吗？为什么善良的人要受欺负呢？谢云照心里微动，他感觉得到他的小姑娘开始依赖他了。蓉蓉，无欲无求的世界可以善良，但人有七情六欲，难保不心生歹意。砰的一声，等看清来人，两人慌张不已。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，小郡王、郡主怎会在这儿？男人已经跪了，沈淑荣示意福喜、福顺进去捆人。不是哪样？想说你们没偷情是吗？梁氏疯狂点头。要不要看看你的衣襟？夫君，我是被迫的，我在这儿休息，是他冲进来。不是的，是他约我来的。他说你没能耐，财库都给了女儿身的郡主。沈琦也不废话，接过花妈妈手中的长鞭，狠狠抽在那姓段的身上。你们什么身份，敢质疑公主府的决策？梁氏吓得捂着脑袋直喊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狠厉的沈琦。姓段的疼得龇牙咧嘴的叫。田妈妈让沈淑荣回避，沈淑荣却坐在这儿欣赏。对不起他们的人都要10倍、100倍的付出代价。无数鞭子抽在奸夫身上，他蜷缩着躺在地上，已经失去意识。夫君，我们的孩子，看在孩子的份上。闭嘴！沈琦恨不得一刀捅了那孽障。夫君，我肚子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好啊，可太好了！来人，夫人肚子不舒服，带回府请太医。梁氏不觉得他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只要有这个孩子在，他一定不会有事儿。沈淑荣跟去了郡王府。太医报大。梁氏昏过去时，还想着利用儿子来挽回夫君的宠爱，殊不知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有看到任何光亮。沈琦不想再看到梁氏，沈淑荣带他去了庄子，人忙起来便忘了。沈琦不懂庄子有什么可去的，
沈淑荣思绪回到前世，谢云峥带回的这个人制出一种很有威力的火药，打下了所有的海寇。但现在他足足提前4年找到这个人，也许不能立刻见成效，但能阻止人落到谢云峥手里，那也是好的。别紧张，我听说你喜爱一些新奇的玩意儿，想要什么材料都可以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的父母家人，庄子上会安排活计，每个人月银1两。你的2个侄儿，我会请先生教导读书。白三柱听傻了，有这等好事？当然，一切都不是白来的，你做出来的东西都归我。如果我满意，会额外赏你。听到不是白给的，白三柱这才微微放下心。多谢贵人。哥哥，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小妹放心。马车里，沈琦已经知道小妹要做什么了。为了一家人的平安，他责无旁贷。下午，沈淑荣是一个人回城的。最近的京城热闹非凡。先是昨天，段家公子被人打得只剩一口气儿，扔在了段宅门口。今天还有更新鲜的，有人敢逛花楼不给银子，人被花楼扒光了衣服打了出来，又在花楼门口被认出。这不是贾侍郎次子贾才庸吗？沈淑荣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方式啊！他的男人做事就是快准狠。沈淑荣现在没时间找他，要去亲自劝一下叶曼。婚前发现总比婚后好。叶曼一听，对呀，婚后发现他如此，一辈子岂不毁了？郡主，我不要嫁给他。沈淑荣心里当然是高兴的，这样就避免叶曼被贾才庸送给狗太子。沈淑荣想分分小姐妹的心思，便带她出去看戏。刚上2楼，还没等进雅座，就看到了谢云峥。本想装作没看到，却见他大步走过来。郡主也来看戏？谢世子，郡主，我去看看小乔。走去了雅间，走廊里便只余下2人和各自的奴仆。谢世子也来看戏？听有想见的人，所以才来。沈淑荣开始反胃，原来深情是可以装的。想必是世子婚事定下来了，与未婚妻有约，永家就不打扰了。他转身欲走。且慢，是定下了，但避开了你不喜之人，是李尚书之女。她自小跟着祖母养在老家，昨日才回，你们没见过。不在京的女子多了，他为何挑吏部尚书之女？都是为了他自己，说的冠冕堂皇，避开他不喜。哼，恭喜谢世子，他们还在等我，我进去了。谢云峥很难受，哪怕他蹙个眉或是打他2拳，他也能有点安慰。可他却说恭喜。谢云照百无聊赖的在家，蓉蓉2天没召唤他了。陆子谦喊他出去玩，他也没去。你到底在等什么呀？没媳妇的人什么都不懂。青竹匆匆回来，在谢云照耳边低语。谢云峥去了郡主所在的戏园送客，抬步便出了院子。陆子谦莫名其妙啊，他怎么又被送客？刚走出戏园，就见一棕色大马旁站着身姿挺拔、潇洒俊朗的男人。沈淑荣一高兴就要扑过去，突然想起醉春香，又收回视线。谢云照没看到谢云峥，提起的心刚落下来，就发现蓉蓉不理他。叶曼乔月见他来了，郡主告辞，我们先走了。沈淑荣点点头，还是没理会站在身旁的人。马车过来，沈淑荣躲开男人的手，让银枝扶着上了马车。谢云照更慌了，他见过谢云峥了，不理自己了。马车刚要驶离，谢云峥从门口走出来，兄弟俩看向彼此的目光和敌人没什么区别。谢云照抬脚就上了马车，自己才是他的未婚夫。谢云峥眯着眸子，手紧握着，想拽他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接你。谢云照可不敢说，因为谢云峥。你怎么不去醉春香？虽然知道他心里只有自己，但一想到他和那种场合有接触，心里就难受。谢云照懵了一瞬，蓉蓉生气不是因为谢云峥，不能以为他去花楼了吧？蓉蓉，就算给我1万个担子，我也不敢去花楼啊。哦，不是不想去，而是不敢吗？不，我压根不可能去喝花酒。我对你
绝对忠诚。我们才刚订婚，你对我忠诚才几日？也许你之前去过。去过是去过，但没叫姑娘算吗？他心里只有她，怎么可能找别的女人？委屈巴巴的挤过来。蓉蓉，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以前还真去过。那是我的产业，我只是过去看过账，从没叫过姑娘，以后不去了。你开花楼做什么？谢云照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赚银子。看他的样子好像不信。家业他继承的多，我得为自己考虑，如今也算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。蓉蓉，别气了好不好？沈淑荣知道他定有自己的势力，但没想到花楼也是其中之一。那你以后能保证不去？我保证，我要是踏进一步，天打。好了，我信你。沈淑荣拉下他的手，谢云照就是牵过来，握在掌心，又软又小的，真想咬一口。不生气了。只要你洁身自好，我不会生你气。一定。我还以为他不再说，不要提谢云峥才好。你以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刚刚看到。行，他听了定会以为我不信他。看到谢云峥了，吃醋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谢云峥订婚了，你以后有我，可以试着放下。好，我会放下。蓉蓉说放下谢云峥了，真的吗？当然。谢云照高兴了，刚要咧开嘴角，就听当然需要一些时间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哪有那么快？即便他说了放下，也是故意哄自己的。人在眼前，沈淑荣也想念的紧，眼珠一转，就来了主意。云照哥哥，我累了，你能让我靠一会儿吗？谢云照哪会拒绝，坐近他，靠在车厢上，沈淑荣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蓬勃的生命力为他跳动的心。男人满足地扯了扯唇角，不敢乱动，怕扰了怀中的鲛人。他不排斥他，愿意嫁给他，还惦记着两人的后代。沈淑荣累了一天，竟睡着了。马车已经到了长公主府，银枝掀开马车帘，就见郡主靠在谢云照身上睡着。他回头看看岁寒，等着吧。沈淑荣睡了半个时辰才醒。到了，怎么不叫醒我？没什么事，你想睡就睡。别急，现在还不行，要等成婚后才能。陆子谦约咱们出去玩，要去吗？沈淑荣忽然想起，为了做个好妻子，14岁后便没骑过马，剑术也该减减。去跑马吧，很久没玩了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谢云照勾着唇下了马车，又把人扶下来。沈淑荣不知怎么的，脚落地的一瞬间突然一麻，直直扑在谢云照怀里。他发誓啊，这次真不是故意的。谢云照搂着人站直。祖父，见过太傅，永嘉回去。沈淑荣对谢云照眨眨眼，提着裙子跑回府门。谢云照见他俏皮的小模样，心里泛痒，又不敢放肆，只能忍着笑意。以后没事的时候少来，毕竟还没成婚，要考虑永嘉的声誉。云照懂，请太傅放心。回去吧。二爷，世子去戏园，怕是故意做给您看的。郡主知道他订婚了，但他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他。世子婚期只比二爷晚1个月，等你们都成婚了，郡主自然就放下了。难呐，以后醉春香的事告知我即可。郡主介意不让我去。二爷，这么说来，郡主还是在意您的，是吗？花楼不让您进，这是管着爷呀。你的意思，他酸了？当然，您介意他心里有世子，他介意您去花楼，一样的，都酸。谢云照坐直2分，青竹说的有点道理。他今天在马车里主动要靠着我，靠着靠着还睡着了。恭喜二爷，郡主哪是不排斥您啊，分明就是接纳的很良好。谢云照来回走动，他心里也是有他的事吗？那他可不可以咬他的手？可不可以只是老太傅会盯着您。谢云照的想入非非戛然而止，不能总去找他出去玩。老太傅不可能跟着吧？接下来的几日，鲁国公府议事厅没有看到谢云照的身影。皇城内的跑马场上，一袭红色身影绝尘而过，谢云照的目光一圈又一圈跟随着，凝视着自己心爱的小姑娘。陆子谦也被吸引，这么好的女人，便宜谢云照了。别在这碍眼，找他们玩去。重色轻友，你说说，自从你订婚，闭嘴！蓉蓉过来了。沈淑荣要下马歇一会儿，谢云照跑过来扶人。累了吧？云照哥哥，我家旁边那块地是我送给你的跑马场。送我的跑马场？傻子，怎么还愣神了？我知道你喜欢玩，可以跟祖母要的。等咱们的宅子修整好，
跑马场也差不多建好了。他们刚订婚，他就送他这么大的礼，谢云照像是飘在天上，他一定是灵魂出窍了，否则怎会幻听？沈淑荣看他这样就知道，他的男人被他感动了。云照哥哥，我好久没射箭了，你教我好不好？等谢云照回过神时，怀里已经有了人，背贴着他的胸膛，一双拉弓箭的小手分别被2只大手包围着。云照哥哥，是这样射吗？谢云照的心腾腾腾跳个不停，像是要跳出来，再滚2个滚儿，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。找好角度，再上一点，左一点，回来一些。折返回来的陆子谦心说谢云照有道啊，才多久就俘获了郡主的芳心，这种情况打扰一定会被打死，便悄悄转身回去找别的哥们儿玩。2人终于放过箭雨，让他射中了他的靶子。云照哥哥，再教我。陆子谦赶紧跑走，刚走出场地围栏，迎头碰上一人，目光正看着亲昵射箭的2人，私下看看，见没人，赶紧行礼。您怎么过来了？哼，玩得挺开心啊。陆子谦垂眸，不是让他出来玩吗？不让谢云照接触正事儿，又哪儿不对了？您吩咐，玩点人多的吧，我要他断腿。陆子谦眼皮一紧，他们到底是不是亲兄弟？怕是不容易呀，这就要看您的手段了。是，我会想办法。陆子谦走后，男人依旧盯着场上的2人，手捏出了咔咔的声响，欺负他单纯，借机占便宜，这种卑劣之事也只有他做得出来。永嘉别怕，我很快就能解决他，让他有心无力。沈淑荣还想再射，但谢云照已经是极限呐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又是他心爱的人，早就乱了方寸。蓉蓉，我去和他们说几句话。又一次逃跑，场内没有别人，嗖嗖2箭，一支射着，全中靶心。岁寒和银枝笑了，郡主故意的。改天玩马球吧。谢云照觉得不错，可以让蓉蓉看看他的厉害。打马球可以啊。蓉蓉想请谁？宫里的都不请，还有我不喜欢的不请。好，我安排下去。返程时，沈淑荣的马车里，男人坐在一边，腿上躺着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他又睡着了。接连几日都是这般，一上马车就困。谢云照觉得是腿的荣幸。今日到了长公主府，掀开车帘的不是婢女，而是一张老迈的脸庞。成何体统？沈淑荣一个机灵坐起来，谢云照怕他磕到，急急扶稳。太傅见谅，郡主太累了。沈老太傅甩袖子回去，他今天特意守在这儿，结果一定是自己孙女要这般，否则谁敢进他的马车？老太傅气呼呼地回了正院。长公主看着老头子头顶冒烟，不免好奇，谁敢惹你？谢家2郎岂有此理，竟然让永嘉躺在他腿上睡觉。我告诉过他要注意永嘉名节。是你孙女要躺，他拒绝，你孙女会生气。在你和永嘉之间，他选择听永嘉的。这李子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行了，想当初定下你为驸马时，不也争着抢着要随侍左右？国姬被你抢走，王嬷嬷都怕我不用她。说这些做什么？多少年的事儿了。云照愿意照顾他，我们该高兴的。换了谢云峥，岂会放下身段？老太傅什么都懂，就是心堵得慌。再留2年才好。都留到18了，再留老姑娘了。老太傅闷闷地走去书房，不想听。沈淑荣还没到秋桐院，就被长公主叫去。祖母，您找我？玩野了吧？天天往外跑。孙女去练骑射，落水后身体一直虚着，好在练了几日，精神许多。喜欢他？沈淑荣脸颊一红，垂眸不语，被祖母看出来了。不觉得他比不上谢云峥了？沈淑荣依旧低着头，掩盖眼底的恨意。就是和他在一起很放松，云峥哥哥也好，很优秀，也将很多人羡慕孙女，只是接触时总想拘着自己，否则怕配不上他。长公主点点头。
你从小就跟云照玩得来，是个能让你高兴的。沈淑荣心里闪过苦涩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心思，但为了家族，只会让他选择更好。祖母、祖父是不是生气了？他舍不得你，想多留你几年。沈淑荣通红的小脸瞬间变白，他现在恨不得飞去他房里，祖父还要留。逗你的，祖母说过他了。祖母打去永嘉，讨厌。谢云照回府这一路，嘴角都是翘着的。他和蓉蓉越来越亲近了。鲁国公府正院堂屋，国公夫人拿着一盒东珠欣赏。这原本是要给永嘉的聘礼，娘当年以胎生下你们两兄弟，太后赏赐的，如今送李婉儿吧。谢云峥胸口闷闷的，不说话。他原本的聘礼都是要给永嘉的。娘都说了，是给郡主的，当然还是给郡主啊，定下给谁就给谁，跟哪个儿子娶她有什么关系啊？国公夫人皱眉，他怎么这时候回来？别闹，娘给你大哥挑选聘礼呢，你们婚期就差1个月，来不及多准备了。伸手要拿，谢云照举高，他拿不到。听话，你嫂嫂毕竟是世子夫人，有这颗东珠好看。永嘉还是郡主呢，她一个尚书府小姐，凭什么大过郡主？拿回来，娘给永嘉准备更好的。娘，给郡主吧。反正他的心已经给了永嘉，东珠给不给李婉儿又有什么区别？能得永嘉开心，他愿意。哼，本来就是蓉蓉的，她装什么大方？娘，您偏心。国公夫人想打自己，两边不讨好，都是他的错。哎呀，给你，但李婉儿毕竟是世子夫人，聘礼低了不好看。世子夫人又如何？争论起来，郡主是皇亲国戚，我爹在她面前都要行礼的。你不做了，还做什么做？等他过门啊，我和你爹给他敬茶呗。那倒不用，毕竟她嫁了我，是你们儿媳妇，但你们不能因为她是我媳妇就不把她当郡主啊！快滚回你院子，我不叫你别来烦我。娘，还有什么好东西记得给郡主啊！我走了。青竹，这颗东珠加上聘礼单子。是爷。第2日，谢云照、陆子谦拟定马球赛邀约名单，还没开始定，谢云照被鲁国公的护卫叫去议事堂，只来得及叮嘱不邀请宫里人。屋子里正议论太子的兵税，这件事对咱们最有利，应该支持太子。谢云照坐在椅子上听，越听眉头蹙得越深。当兵乃一家荣耀，甚至是一族荣耀，的确不该再免税了。说得对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水灾即将来临，正是需要银子的时候，若能把兵士家人的税收上来，想必能缓解很多。这群人忘了祖上是怎么爬上来的，以前不都是小兵吗？如今身居高位，便可以不考虑底层生死。儿子在外打仗，不能在家尽孝，还要收父母的税，不定哪天战死还荣耀呢。这么荣耀，你怎么不把你儿子送去打前阵呢？谢云照正不迟，屋子静了下来。看我做什么呀？怎么不能笑？二公子，我们以为你有话要说。我还是不说话的好。二公子可以说说近日财库的计划，我们也好有个数。谢云照挑眉，想掺和一手。还在初步整改，没什么进展，也没什么计划。郡主说要慢慢来，稳一点。二公子，刚刚我们所说的兵税必须有个名头，如今财库整改蓄势待发，所以……谢云照抬手打断，原来找他的目的在此。收起你们的小心思啊！财库是赚银子的，不是克扣兵士的。谁敢克扣兵士？只是家里的免税不再减免。你放心，多征收的税会给财库分成，爹去和太子说。对，财库也正需要。谢云照不为所动，这群人也许疯了，为了银子命都不要。若真实行，短期内影响不大，长期定征不来兵，军营也会怨声载道，军心不齐。你们看我干什么呀？我是财库小理事，不是财库老大。儿子，你先去探探口风，剩下的交给爹。行吧，我作为财库理事，不同意你们这个兵税，所以请各位另求他法。二公子怎能一人定之？哎呀，就是啊，长公主和郡主未必不同意，到时候二公子也算是为财库立了大功啊。国公府和长公主府联姻的目的就在于此。谢云照收起漫不经心，他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但说谁联姻呢？我可以去问，但要带着诚意，分几成，谁来分，能分多少，军队出现暴乱谁负责？你们先拿出个章程给我。鲁国公骄傲的昂头，不愧是他儿子，即便不学无术，也是对国公府有用
用的。屋子里又商议起别的事，谢云照耐着性子听完，已经1个上午过去了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嗤之以鼻。蓉蓉今天没约他，他可以借议事去长公主府。沈淑荣正忙财库的账，听到他来了，苦了1上午的脸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忙让人请进来。金枝笑着迎谢云照，这段日子郡主出去都不带他，他越来越心慌。二公子您来了，郡主等您呢。沈淑荣摆摆手，婢女们已经习惯，就出去了。云照哥哥怎么来了？有点事儿。早上家里议事，太子提议兵士家中不再免税。沈淑荣点点头，是有这件事。你家里支持？不光支持，还要以财库缺银子为由头，让我来和你说。你也支持？我支持他们做什么呀？不过我没反对，我让他们拿出个章程，等他们拿出来呢，我们也不同意。拖得越久，这事儿就越难成。他总能出乎他的意料，国公府的好处都不顾。谢云照被他看得发懵。不对吗？难道你真觉得财库可以跟着获利呀？不是，财库是造福百姓，不是克扣百姓的。谢云照放心了，他就知道蓉蓉不会。但是云照哥哥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再拖又能拖多久？如果他们同意让9成，我们还有拖的理由吗？蓉蓉，你有办法。沈淑荣沉默，有是有，只是我的办法对鲁国公府未必好。只要国公府不倒都没关系。国公府要是倒了，他更配不上蓉蓉。不至于，顶多被骂几句，没利可图。他要让所有兵士积攒愤怒，积攒到爆发时再拆穿是谢云征的主意。他要看到谢云征失去谢家军军心，谢云照才不管有没有利，有利也不给他。这算什么？根本伤不到筋骨。你且说来，我来办。这件事宣扬的越广越好，军营里更要人尽皆知。以财库的名义，财库岂不是被恨死啊？我们配合，最好让太子他们知道我们很急需这笔税收，但以财库的名义，最终请旨也只能由财库请，到时候请不请，什么时候请，做主的就是我们了。谢云照恍然，这样的确把控得更好。谢云照陪沈淑荣礼账，运过晚膳才走，在临风居等他的陆子谦已经风化成干，谢云照一丝愧疚都没有，用收留你一晚施舍般打发他一肚子怨念。第2日一早，谢云照要去接沈淑荣，让陆子谦先去查看场地布置。谢云照带着沈淑荣进场，抬眼就看到了坐在台正中的太子。不是说了不请宫里人？太子怎么来了？谢二不是我请的，压根没往宫里送帖子，是他们自己来的，我都没有准备他们的桌。2位公主也来了，正在花园里赏花呢。蓉蓉，我特意叮嘱不请的。没关系，来了就好好招待吧。他没上看台，转身去了旁边的花园，盯着他的背影。谢云照自责，蓉蓉一定生他气了。沈淑荣来得晚，贵女们已经围着2位公主恭维起来。3公主才是最配得上谢世子的，若不是身份所迫，哪能轮到李家小姐？怎么哪都有谢云征啊？还好他今天没来，否则他一定掉头回府。没办法，谢世子有出息，不可能入赘皇家的。是啊，几个人聊得开心，谁都没注意到旁边花丛后有一面生贵女正抖得厉害。谢世子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人，就是不在京城长大，不定养得多小家子气呢。行了，没能耐让人家入赘，可以下嫁，没人拦着。3公主羞愤欲死，她是在羞辱自己。本公主怎能下嫁？既然不能，就别在这妾有意郎有情的，人家都订婚了，你该想想驸马人选。花丛后的贵女手慢慢松开，这个女子为人不错。她是谁？回小姐，是长公主府永嘉郡主谢世子同胞弟弟谢云照的未婚妻。小姐还不知道永嘉郡主的婚事是从谢云征变成谢云照的，要不要告诉她？她倒是不错，不像其他人只会阿谀奉承。是呢，我还不急，永嘉姐姐婚事在即，真有空出来。云照哥哥办的马球赛，我自然要过来。是谢二公子办的吗？请帖写的鲁国公府，我们还以为……沈淑荣明白了，难怪这么多蝴蝶扑过来，他们俩还把太子带来，以为是谢云征办。3公主想躲开他，拉着4公主走了，结果身后的贵女都围着沈淑荣。郡主，您今日穿着便利，也要上场吗？不会，算是应景。你们怎么还不过来？去吧，护好2位公主。贵女们都走了，沈淑荣
刚想回马车换身衣裙，见一清秀女子过来，沈淑荣没见过，等着人跟她行礼，毕竟没人不识得她。人到了近前，见过永嘉郡主，不知是哪家小姐？我是吏部尚书之女李婉儿，前日刚回京，以后我们同住国公府，可以常一起聊天。沈淑荣皱着眉，她不知道她曾是谢云峥未婚妻。沈淑荣见婆子脸色难看，就知道还没告知，也不打算多聊，毕竟等李婉儿知道了，怕是会后悔死刚刚主动见礼。本郡主有些不舒服，要回马车更衣，抱歉，失陪。李婉儿错愕，她将来是她嫂嫂，家中中馈也会交由她管，巴结讨好不至于，毕竟是郡主，但也该礼貌些。郡主慢走。散步间又遇到几位贵女，你们说谢世子未婚妻在京里，今天会不会邀请她来？应该会吧，只是我看到永嘉郡主的马车了，若是被永嘉郡主看到，定会难过。是啊，好好的婚事就这么换了人。李婉儿神色一变，永嘉郡主为何难过？再看婆子已经抖成了筛子，捏着她的手腕走去隐蔽处，一巴掌扇在婆子脸上。永嘉郡主和谢世子到底什么关系？还不给我说来！小姐，永嘉郡主原本与鲁国公府有婚约，大家都以为她会嫁给谢世子，可一次意外落水，被谢二公子所救，这才知道与郡主有婚约的是二公子。这种话你也信？分明就是他和谢世子被迫分开。我说他刚刚不理人，这不明摆着放不下谢世子，厌恶我吗？小姐您别这么想，郡主已经同意，自然不及时告知我，还为他开脱，你到底是谁家奴婢？李婉儿很生气，爹娘只说谢世子多么多么好，可丝毫没说他订过婚。所以谢世子选我也是退而求其次，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小姐出水芙蓉一般，谢世子只是以前没见过你，只要他见过，心里定然装不下别人。你以为我会信？回家，我要退婚。哎呦，小姐，您说什么胡话呀？正愤愤地走着，突然一匹马在他身前勒停，前蹄扬起，李婉儿被吓得什么人不要命了，突然冒出来。对不起，冒犯了谢世子，我家小姐正是李尚书之女李婉儿。李婉儿。李婉儿放下手，抬头看向骑马的男人，这一看就看呆了。对了，刚刚婆子说谢世子，他就是谢云峥。李婉儿见过世子。看着即将和他携手共度一生的女人，谢云峥没什么表情，内心毫无波澜，但也知道礼数，翻身下了马。李姑娘好，是要回府吗？不是，只是回马车取帕子。婆子一喜，他家小姐这是不想退婚了。小姐，老奴去取帕子，您和谢世子进去吧，这边不安全。去吧。世子今日要上场吗？谢云峥摇摇头，原本还有诸多公务，可今日不同，他倒想亲眼看看他的好弟弟是如何断腿的。弟弟向来顽劣，此次是以府里的名义发出邀请，我来盯着些，免得生出乱子。世子和弟弟感情真好。李姑娘请。李婉儿跟着进场，暗道好险，差点退了这么好的亲事。谢云峥直直走进场地，先去看台见过太子，李婉儿一直跟在他身后。谢世子，李姑娘快坐，第一场快要开始了。陆子谦那头都要挠秃了，这祖宗他怎么不上场？跑过来最后和谢云峥确认。你真不比？我去。还好意思请他？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扫了蓉蓉的兴。陆子谦看到沈淑荣换了常服，明白了，郡主不上他就不上，瞥了不远处谢云峥一眼，他没办法啊，哪敢劝郡主啊？沈淑荣是真没想到谢云峥也会来，的确很不高兴。永嘉姐姐有些不高兴。永嘉姐姐今天貌似心情不好。你心情好就行。也是，谢世子和未婚妻一同前来，某人能不难过吗？三公主难过去找我哥，找郡主做什么？若是看不下去比赛，我派人送你回宫。我找世子做什么？谁说我要回宫了？不回宫就好好看着，别影响我看比赛。云峥，不可无礼。三公主是客又是公主，怎能怠慢？你这么不怠慢，她想嫁你，你怎么不娶她呀？我看就该让爹好好管管你。谢云峥，你胡说什么？本公主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哦，这么说来，三公主不想嫁我哥是吧？
你在说什么呀？谢云照，哎，知道了。云照给三公主道歉，误会您了。三公主气得羞愤。那你到底想不想嫁呀？我怎么说都不对。哎，算了，想不想都无所谓，我哥都有未婚妻了。沈淑荣眼唇笑着，被他这么一闹，心情好了不少。是啊，已经定下来的事都别争论了，徒增烦恼。三公主没脸待下去，起身就要跑。四公主急忙把人拉住，对她摇了摇头，是她让太子皇兄带他们来的。先走不好，其实他心里也难受。他这般维护永嘉，李婉儿一直没说话，但看得清楚，三公主、永嘉郡主都是爱慕谢世子的。看来爹娘给他找的夫婿的确如他们所说，很不错。要争也是上场争，咱们坐在这儿还是安心看比赛的好。谢世子，我家小姐马球打得很好，不如你们一起上场比一比。你这丫头一点不谦虚，把你家小姐都卖了。这倒是难得，不如你们兄弟带上各自未婚妻打一场如何？孤手中这把宝石羽扇作为彩头。谢云照询问的目光看向沈淑荣，太子哥哥一起吧，哪有看妹妹表演的道理？好，姑爷一起。好，我去更衣。谢云照跟着沈淑荣去马车。蓉蓉，不想比就不比。没事，我去马车更衣。蓉蓉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能赢。沈淑荣才不稀罕狗屁彩头，只是他不上场，谢云照也不上，不想扫他的兴。这种小事赢不赢的不重要。谢云照点点头，也对，蓉蓉想要扇子，他可以给她更好的。开球后，几人策马而出，谢云照打马快速过去，抢到球就挥了过来，大家都赶去沈淑荣身边。谢云照突然向后一仰，马突然疯了一般向沈淑荣冲出去，无论他如何勒停都不管用。谢云峥本以为到了断腿的戏码，正想看好戏，结果却看到马冲向沈淑荣，吓得急急打马奔了过去。谢云照的马依旧停不下来，眼看到了沈淑荣身前，飞身而起，手搂住沈淑荣的腰身跳下去，怕伤到她，踹了沈淑荣马肚，调转了方向，抱着她后背在地上滑了一段才停下来。郡主怎会惊马？云照哥哥。沈淑荣回过神，迅速起来看他情况。我没事。两匹马突然都狂躁起来，前蹄扬起，不断嘶鸣。谢云照撑起身子，加沈淑荣躲开。谢云峥因刚刚的意外心悸不已，险些害了永嘉，随即又疼痛，就差一步，谢云照就会摔下去。来人，把马制服，彻查。是，世子。沈淑荣转到谢云照身后，直接捂住了嘴，眼泪一颗一颗流出。云照哥哥，你的后背……没事，我爹打的比这疼，2天就好了。别管我，快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伤到。沈淑荣也惊到忘了疼，听他问才觉得左脚腕有些疼。我没伤到，你伤得很严重，要找太医。岁寒、银枝、青竹、青樱已经跑了过来。二爷，郡主，岁寒，拿我的令牌去请太医去鲁国公府。是，郡主。那您，我跟云照哥哥去鲁国公府，一起在那儿看。是。淑荣扶着谢云照向着场外走，刚走一步，左脚像针扎一般疼，他忍着没出声，怕他心疼。但谢云照一直注意他的情况，见他左脚有些使不上力，直接把人打横抱起。快放我下来，你伤得这么重。我伤的是后背，抱你轻松的很。沈淑荣的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，是要让他感动死吗？头贴在他身上，眼泪滴入他的衣袖。这场球赛就这样结束了。沈淑荣的马车上，他心疼的要命，谢云照还在笑，他的蓉蓉好关心他，就凭这一点，疼死都值得。哭成小花猫，不好看了。不好看你还娶不娶？娶啊，你什么样我都娶。我真没事儿。这事蹊跷，咱们的马应该是被人动了手脚。我知道，谢云峥不是让人查的吗？还真信他。谢云照一愣，他已经留下青樱，就是让他亲自查的。这么说，是他以为蓉蓉更放心谢云峥。你不信他？以前信他，但自从和你绑在一起，我只信你。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，会一直护着你。我们要携手一生，所以我也会护着你。两个人之间的温情逐渐升高。谢云照以前浑浑噩噩的活着，在这一刻清醒明了的知道，他有了要守护一生之人，而这个人也会护着他。两人回到鲁国公府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了太医，国公夫人不用担心，世子已经在查马场。好，我去看看太医来了没，先让府医过来
来看看。长公主府、郡王府等人得到消息，也急急赶来鲁国公府。在看到谢云照后背的伤时，均倒吸了口凉气。可想而知，这伤要是在永嘉身上，他们连想都不敢想。看着这孩子多次护着永嘉的份上，没了任何不满。郡王妃让人回府取上好的药材，要给女婿好好补补。谢云照听到这声女婿，伤就好了一半。太医给他抹伤药，沈淑荣就坐在床边，谢云照只能趴着盯着沈淑荣看，这样就不疼。太医的手不敢重，永嘉郡主一直让轻点儿。蓉蓉，我没事，你别吓着胡太医。养病这半个月，你别出门，也不用读书，就好好趴着，让皮肉慢慢愈合。谢云照闻言紧张，要半个月不见他，我3天就能好，不2天。你急什么？伤成这样，还惦记出门玩啊？不是。沈淑荣刚要问不是什么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他不会以为他们两个要半个月不见吧？我还想着怕你没意思，今天来陪你解闷呢。既然你这么想出去玩，我不来了。别，我一定好好养伤，你来陪我。好，我每天都来陪你。胡太医无奈地摇摇头，能不能当他是个活人？伸手按住谢云照，老实点儿，给他狠狠上药。国公夫人陪郡王妃等在隔间，闻言尴尬地笑笑。永嘉，胡太医说你的脚腕也需要静养几天。没关系的娘，我们今天就是坐马车直接进来的。郡王妃想敲他脑壳，还能天天拆人门槛吗？永嘉是知恩图报的好孩子，是你们国公府的福气。郡王妃说的是呢，永嘉的确是好孩子，云照也有担当，知道护着自己未婚妻。咱们这俩孩子都是好样的。屋里的其乐融融深深地刺痛了门外之人的心。他又救了他，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了谢云照，还是出于感激愧疚？缓了口气，抬步进去，先给2位长辈见礼，后又走进里间。抓到作乱之人是魏满的一个小厮，喂错了草料，知道伤了你们，已经吓得自尽了。沈淑荣没回头，他就说不可信。知道了。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谢云峥，但不能和蓉蓉说，万一他不信，再认为自己挑拨。可有一点没想明白，他不会害蓉蓉啊，难道还有别人？郡主这几日少走路，注意休息。要说他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但他原来是沈淑荣的未婚夫，现在是他准伯兄，再说这种关心的话就有些不合适了。胡太医第一次嫌弃自己岁数大了，上药太慢，不自觉力量又加大了些。沈淑荣听到谢云照吸气，胡太医再轻点。胡太医反应过来，挥汗应下。谢云照见蓉蓉不理谢云峥，又如此关心自己，嘴角扬起得意的笑。等了2息没得到回应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胡太医终于上完药，就匆匆出去看药了。郡王妃打算回府，但要把女儿带走。永嘉，你祖母还在正堂等着，咱们走吧，别影响云照养伤。谢云照眼巴巴地看着沈淑荣，这么快就走？娘，我饿了。郡王妃无语，国公夫人赶紧张罗开饭，等人都出去了。沈淑荣让婢女守在门外。云照哥哥，今天的事你觉得是谁安排的？谢云照没直接说，只说了是陆子谦办的马球赛。沈淑荣回想起陆子谦，他和云照哥哥玩得一直很好，但他从皇宫回来后并未听他提起过陆子谦，反倒是礼部尚书幼子顾恺之的名字听他提过几次。云照哥哥，你觉得会是陆子谦吗？不确定，我以后会注意他。我记得你之前常一起玩的顾恺之，怎么最近没见过？他呀，傻里傻气的，不爱带他。沈淑荣一噎，要怎么和他说呢？他后期提到顾恺之，可是语气亲近的很。我觉得陆子谦有点克我。怎么说？上次落水就是他过来后，咱们2个掉下去的。这次又是我们2个都受伤，但他不克你。你们一起玩很多年，只是克我，你是被我连累的。我以后不和他玩了。谢谢云照哥哥，你要是无聊就找顾恺之分人实诚，如此你在外我才能放心啊。我好了就找他玩。好。长公主一家子到底在鲁国公府用过午膳才走，上了马车，郡王妃就拧过沈淑荣的耳朵：“你这个臭丫头，不知羞的呀，还天天去陪她，你今天就嫁过去算了。”疼，娘，祖母。沈淑荣推她手，倒是想呢。好了，还没走远，被人听到不好。娘，您不知道，谢云照后背要上药，他就在那儿盯着看，一会儿嫌胡太医手重，一会儿说天天去陪他。娘，
胡太医不会乱说的。哎呀，你都多大了，还治不了他个女娃娃？郡王妃一愣，娘什么意思？沈淑荣也愣住，祖母让娘治自己。你女儿的脚崴了，最少要休养7日。儿媳知道了，定会照顾好女儿。沈淑荣扒着马车边缘要跳车，不要把她关在家里。那个女人怎么样了？我说她孩子死了，她不信，只以为早产被我养着，不叫她看。哼，没要她命都算仁慈。琪儿最近怎么样？夫君派人去看过，天天研究什么利器，没有烦闷之象。那就好。哥哥很坚强的，我们家没有孬种。你倒是不孬，但虎。谢云照此时还沉浸在美丽的幻想之中，蓉蓉会天天来看他。想到此，身上的伤一点都不疼了。青竹进来，陆子谦在外等候。谢云照想到沈淑荣的话，告诉他以后别再来找我。爷，您怀疑与他有关？谢云照不能说他克蓉蓉的事儿，怕被人利用。当然都是他安排的，我也不追究了，但以后不必来往。青竹神色一凛，竟真是如此，便满脸怒容地走了出去。陆子谦刚要进去，便被他拦住。陆三公子请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来。谢云照怀疑我？不对啊，这口气不是怀疑，有证据，不可能啊。青竹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二爷说了不会再和你往来。若是以往，陆子谦定在门口骂闹2句，可今日他质疑过后，却战战兢兢地出了鲁国公府，连质问的胆量都没有。看在青竹眼里，那就是心虚。转身回去同谢云照讲，谢云照本来只是忌惮沈淑荣的话，如今也觉得不对劲儿。人私下好好查查他，看他和谁有来往，事无巨细。是。夜里，窗外的雨淅淅沥沥，如泣如诉。谢云照有些担忧，若明天雨不停，蓉蓉会过来吗？还是不要来的好，再淋到雨会受寒。沈淑荣被郡王妃看着，第1日没出去。傍晚，青竹青音看着自家爷失落的模样，今天下了1天的雨，都影响了郡主的步伐。是啊，郡主脚还伤着呢，雨天路又滑，在家休养的好。他们说的谢云照都知道，他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，可依旧失落不已。且最近他们每天都有见面，突然闲着又见不到人，心空的难受。谢云峥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未尝救命之恩，面子话罢了。他最是娇气，怎会日日来照顾谢云照？一连3日，沈淑荣都没出现。要说第1日大雨倾盆，第2日道路湿滑，第3日谢云照都没了借口。太阳高照，他就坐在屋门边，盯着院门口望眼欲穿。他好想他，要不是还不能穿衣服，他早就冲去找他了。天色渐晚，他今日不会来了。谢云照失魂落魄，走回床上趴着。青英实在看不下去，这2天跑了3趟长公主府，大门都没进去。二爷是为了救郡主才受这么重的伤，就算他不喜欢二爷，出于感激也不应该不露面吧。我再去一趟没用，快到酉时了，哪怕给二爷带句话也是好的。青英没回头，出了院门。青英刚走出来，就看到一辆马车直接停在鲁国公府门前，也没在意，便向着长公主府的方向走去。青英，岁寒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主子在马车里，能带我们进去吗？能。赶紧去安排人拆门槛。郡主脚崴了，且这个时辰被看到不好。马车里的人松了一口气，还算顺利。青竹突然看到岁寒扶着一人进来，待看清后激动地敲门。什么事啊？谢云照半死不活的声音传出来，正难受呢，蓉蓉不来，他的伤好疼。二爷，您看谁来了？谢云照没在意，他爹他娘这么晚了，除了府里人还有谁能来？进来吧。谢云照依旧趴着没动，整张脸都对着里侧，不想让人看到他的失落。谢云照没想到来人走这么慢，不耐烦地转过脸。我没事，别来烦我。蓉蓉。谢云照不信，想他想出幻觉了，用力揉揉眼睛。蓉蓉，真的是你啊！沈淑荣听到他说话就没动，此时看到光着上身，心跳不自觉加快。
你嫌我烦？怎么可能？我以为是我娘。快步走到他身边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。我娘盯着我养伤，不让出府，我偷着跑出来的。谢云照心软的一塌糊涂，所以不是他不来，而是被挡住了脚步。心里一高兴，直接把人打横抱起。你脚好些了吗？沈淑荣搂着他的脖子，脸颊绯红。他是不是忘了他没穿衣服？好多了，云照哥哥，你快放我下来，我能走的。谢云照哪肯，盼了他3天3夜，终于盼来了，就抱着不撒手。坐进你床上吧，你还要养伤，我陪着你。好，把沈淑荣放在床边，自己也坐在他身旁，盯着他看。3天的郁闷此刻一扫而空。他为了躲开郡王妃，竟然扮作丫鬟。沈淑荣没敢看他，怕控制不住自己，低着头，咬着唇，2只食指在眼前转着玩。谢云照见他不说话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吗？你的衣服。对不起，蓉蓉，冒犯了你，我忘了，这就穿。跑去衣架扯下外衫穿上。完了，蓉蓉一定以为他是登徒子。谢云照垂着头，丧丧地坐回来，一眼都不敢看他。我3天没来看你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？那我们扯平，我也不生你刚刚的气。2人坐得近，谢云照被他笑得迷了眼，想把人搂在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云照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想抱你。沈淑荣惊讶，这么不含蓄？抱歉，蓉蓉，我……沈淑荣捂住他的嘴，伸手抱住他。我知道，受伤的人需要安慰，何况你是为了我才受伤。男人惊呆了，他这次不是晕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不小心，而是真真正正主动抱了他，紧紧地回抱住他。抱着你就不疼了。沈淑荣闭上眼，感受他身上的温热。谢云照一想到婚期还有1个多月，就急得不行。他们现在不该这样的。屋子里静悄悄，外头的岁寒、青竹、青樱聊天。郡王妃和郡主同吃同住，那你们怎么出来的？我们郡主偷偷请了郡王来接郡王妃，天也晚了，郡王妃这才放心的跟郡王回去。郡主胆子可真大，这个时辰不怕外人看到？怕呀，才这样打扮的。青竹青樱心里的怨气消散，原来不是爷一个人单相思，已经有12刻，再待下去。岁寒也着急，怕被府里发现，但他知道主子这几天有多想姑爷。郡主心里有数。2人点点头，主子的事不是他们能掺和的，但几人都很开心。2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，那份思念终于缓解一些。抱着抱着，沈淑荣开始调皮，一会儿摸摸他的喉结，一会儿描绘他的下颌线。谢云照捉住他的手，握在手心，再让他摸下去，他怕会丢人。怎么不能碰吗？不是，等以后的。好吧，再让你抱一会儿，我就要走了。抱着你，伤真的不疼了。昭辉院书房来了多久？世子爷，有一炷香了。岂有此理！谢云照到底懂不懂礼义廉耻？世子爷，二爷身上的伤不轻，想必是在看伤吧？求您别动怒，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呀。谢云峥何尝想不到，他心里就是难受。出去吧。赤羽退出去，谢云峥坐下来，揉着眉心。谢云照伤的是后背，若拥抱，若亲吻，是不会碰到伤口的。他的头要炸了，如此他都接受不了。若他们真成婚，他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。郡主也是，这个时候来，不正给世子爷添堵吗？他心里到底有没有世子爷啊？即便被迫只能嫁谢云照，也该考虑世子爷的心情啊。突然门从里侧打开，去临风居。赤羽瞪大眼睛，世子爷要是看到不该看的可怎么办呢？临风居的小厮跑进院传话，岁寒赶紧去敲门，青竹前来相迎。世子爷，二爷正在休息，滚开！郡主，世子来了。原相拥的二人已经分开，听到他来都很不满，扫兴。看看这是什么？送给我的。沈淑荣颔首，当然。谢谢。你别忙这些，小心累到。我知道，
会注意的。明天还能来吗？没人管门外。砰的一声，屋门被踢开，青竹和青樱跟在他身后进了屋子。齐二爷，我们没拦住世子。谢云峥狭长深邃的凤眸紧紧盯着二人牵在一起的手。世子可真是有礼貌。天不早了，郡主该回府了。她是我未婚妻，不用你管。沈淑荣不想影响谢云照养伤的心情，也不想鲁国公夫妇对他有微词。云照哥哥，确实该走了，我争取明天再来看你。好，那我明天等你。一旁的岁寒赶紧上前扶着沈淑荣往屋外走去。等人彻底出了院子，他向床边走了几步。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辰？他的名声你都不考虑吗？你们这般孤男寡女。行了，别在这儿跟我讲什么大道理。换成别的姑娘来看我，你会来管闲事？她是郡主，不是普通姑娘。她是郡主没错，但她是我未婚妻，我们早晚都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难道世子次次都要来我院子里管？现在还不是，她也做过我的未婚妻，但我们从未逾矩过。原本我也没这等荣幸，可惜啊，一场马球赛我成了这般，又是为她这般善良，你知道的，她会心疼，是不？刚从郡王妃的眼皮底下逃脱，就迫不及待来看我。她只是感激你救了她而已，你别得意。不再争辩，甩袖走人。青竹关上门进来。二爷，恐怕他不会甘心放手。不甘心又如何？我不会再让着他。陆子谦怎么处理？谢云照闭着眼思索，辜负他的信任，明知兄弟不和，竟私下与谢云峥勾结，也不知何时开始的。好在只是和他玩，从不提其他。不用处理，留着有用，以后郡主在不见他。是二爷，他今日递了帖子，要见吗？谢云照摇摇头，若是对付他，他没错处，落人口舌，就这么放过他，他又不配。先不见，以你的口吻回个口信，让他的人传回去，就说伤到郡主，我正在气头上，等我好了自然会去找他。是二爷。二爷，暗中保护郡主的人，没想到他会乔装，还要罚吗？哼，这个时辰，岁寒怎会出府？知道了，二爷。没办法，事关郡主，逃不过这顿责罚。谢云峥回到昭辉院途中，突然改了方向。沈淑荣的马车已经走过一条街，忽然停了下来。怎么停了？看到马车前的男人，是谢世子。沈淑荣心底涌起怒气，又找他做什么？有事？你不该这个时辰来的。沈淑荣翻了个白眼。我知道了。谢云峥低垂的眼眸一瞬抬起，他听他的话，心里生出几分期待，会和他说实话吧？你对他是不是动了真心？沈淑荣心里很清楚，他未必真放不下自己，而是好胜心作祟。庄哥哥看不得我好，觉得我应该去死，对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像哥哥般多次护我，将来和我共度一生的人也是他，我难道要心安理得的不闻不问吗？谢云峥眸光微亮，他的意思是把谢云照当哥哥。原来如此，他真的好怕，好怕他心里不再是自己。我懂了。我们的婚事已经过去了，如今我们只有在远处看着，才能相安无事。谢云峥忍下不舍。好，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带来困扰，只远远的看着。不甘心对吧？这辈子你恐怕不会甘心了。世子爷，说，您这般拦他马车，让人看到，两位婢女没人知道是他，知道的也不会说出去。是世子爷，郡主也有他的难处。是我错了，还以为他变了心，也是刚刚才知道他的为难。赤羽挑了挑眉，说开了也好，世子爷以后就不会失控。临风居，青樱回来时，青竹正守在门外。谢云照听到他的脚步，就下了床。青樱气呼呼的往门框上一靠。怎么了？谁给你气受了？青樱憋了一肚子气，又不想说。没事，你不是去送郡主吗？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呀！世子追过去了，他怎么敢呢？还说爷不顾郡主名声，他私下见郡主就妥当吗？这是小事，这还是小事啊！他进了马车，单独见了郡主没有？青樱瞪的，要是敢这般，他定现身和他不死不休，管他什么世子，欺人太甚。是。青樱放低声音，凑在青竹耳边说：郡主说只当二爷是哥哥，王二爷多次救他，这事别和主子说。我当然知道，幸亏我是暗中护送，否则
还听不到他真心话呢。要不是怕二爷担心，我都不想保护他，直接掉头回府了。这件事儿我们早就知道，不是吗？他怎么可能短时间忘掉？哎呀，好了，慢慢就好了。两人只顾着心痛，却不知门内之人已然全然知晓。谢云照默默坐回床榻，明知不该多想，可心好疼，要大度，要洒脱，人在身边就好了。安慰自己几番，谢云照只觉得心底还是疼得厉害。长公主府，哎呀，你看看这傻丫头，天都要黑了才回呀！别在我屋里骂，你去她院里骂她。女生外向，女生外向啊！跟啥人学啥人。从前她要嫁云峥时，从未这般过。正值赐婚，成婚的日子也近了，不算什么。再说她是郡主，将来还要掌管整个财库，胆子就该大些，才叫有魄力。这就是丫头，若是你孙子出去看人家姑娘，你还发脾气吗？老太傅歪头看他，什么意思？又琢磨琢磨，好像也对。以后的永家，我们要当孙子养了，他可是一府之主。是不是还要给永家收2房男小妾啊？有何不可？长公主当初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？是不是怪我不体贴，没为你操办？没有的事，我有你一个人就够了。一个都哄不过来，老太傅吹胡子瞪他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早早起来，简单梳妆，趁着郡王妃还没来，赶紧让人安排马车出府。谢云照今日黑眼圈不小，之前蓉蓉3天没来，他本就没睡好，昨夜又被青樱带回来的消息惹得失眠，坐在圆桌旁吃早膳，胃口不佳。淑荣来时，青竹青樱没有昨天热情，规规矩矩的见过礼，把人请进屋内。沈淑荣进了屋子，只有他们2个人，以为他会无赖的抱住他，结果被规规矩矩的请坐在。沈淑荣看看谢云照，又看看方桌，越看越不对，一夜之间都规矩了。难道昨晚谢云峥说他入了心？云照哥哥，你不疼了？不疼了。谢云照垂眸坐着，内心煎熬，不想让他这般为难，想和他说，怕说了他真的一次不来。不对劲儿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瞒着他。他站起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走了2圈。谢云照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紧盯着他，直到沈淑荣走到房门口。蓉蓉，你去哪？我看你不说话也不疼，我在这意义不大。谢云照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把人拉进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他在这儿的意义怎能不大？是他贪恋他，感受到呼吸喷洒在脖颈，男人的身体微微颤抖。沈淑荣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谢云照摇头，心堵得难受。他顺从本心，是不是又勉强他了？沈淑荣忽然福至心灵，也许谢云峥也找他说了些没用的，所以他听进去了。难怪今天主仆3人态度都不对。如果他这时候解释说心里喜欢的人是他，不说他不信，怕整个大周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对他不信任，他不生气，但不能给他足够的底气，是自己没做到位，给的偏爱不够多。我怕我娘又来盯我，一大早就跑了出来，早膳都没用。谢云照心里一紧，没用早膳怎行？本想来你这儿用的，可岁寒说国公夫人会笑我，所以我在徐记用的早膳，等到时辰差不多才来。云照哥哥，我是谁啊？从小到大，你看过我为了谁委屈自己吗？谢云照摇头，他不需要在自己面前伪装，甚至无需敷衍。男人因他的解释万分欣喜，沈淑荣满腔的爱意难抑，踮起脚尖亲在他唇角，浅浅一碰，就让男人心神激荡。这不是演的，他可不可以也这么想着？头缓缓低下去，他要亲自己了吗？微微仰头，闭上眼。谢云照看到，像被鼓舞一般，心跳得厉害。蓉蓉不反感。4片唇瓣距离止于1指时，响起了敲门声，两人赶紧分开站好。什么事？谢云照眼底闪过恼怒，他倒要看看谁坏他的事儿。二爷，表姑娘过来看你。沈淑荣转头看他，哪来的表姑娘？是3姨母家的黎霜表妹，昨天下午到的。沈淑荣皱眉，他怎么这个时候入京？他记得黎霜是在他和谢云峥大婚时来的，且他们2人关系不错，双双常来陪他说话，很高兴能提前看到前世好友，只是如今还要伪装不熟。应该是来探望你的，请进来吧。好，请表妹进来吧。
门一打开，月白色的衣裙映入眼帘，女子见二人都站在门口，微微惊讶。离霜见过永嘉郡主，二表哥好，黎姑娘好。表妹进来坐吧。离霜跟着进去。表妹身体弱，不必一早过来。我听二表哥受了伤，本该先来看望，但昨日到时天有些晚。没事，我这点伤已经快好了。听说二表哥是为了保护郡主才受伤，郡主也感激二表哥，昨天晚上还让人来送补药。沈淑荣有些尴尬，离霜下午到的，晚上的事儿就知道了。郡主是我未婚妻，想什么时候送就什么时候送，这种事有什么可说的？二表哥说的是，再正常不过。沈淑荣瞪他一眼，别吓到小姑娘。沈淑荣打圆场，黎姑娘尝尝这个樱桃酥，味道很好。多谢郡主，我记得大表哥最爱吃樱桃酥，小时候和二表哥去我家。快吃吧，提那个死人干什么？表妹倒是比小时候爱说话了。离霜赶紧把捏着的樱桃酥放进嘴边咬，沈淑荣又弯他，要不是有方桌隔着，就掐他了。怎能如此对待她的好姐妹？虽然她也不喜欢提到谢云峥，但离霜喜欢，她倒好，霸道的提都不让提。女孩子活泼些，总比闷性子好。多谢郡主，是很好吃。蓉蓉也吃，徐记的酒菜很好，但早餐不如福聚泉，改天我带你去。多谢云照哥哥，这些你熟。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等我好了都带你去。好啊，那我也可以带云照哥哥去皇家温泉。提起温泉，我听我娘说过，你有一次调皮，郡王妃离开一会儿，你藏了起来，吓得她以为你沉底了。国公夫人怎会知道？我告诉我娘不让说的。吓得你爹从另一个池子里光着膀子就跑了过去。你别笑了，你小时候糗事更多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谢云照才不怕，他倒想听听蓉蓉记得多少。你随便说。我记得你有一次上树。沈淑荣说到这儿不讲了，谢云照思维开始发散，回想间脸逐渐红了起来。不能说。他是不是要说他上树拉屎那次？但他不记得他在啊，而且他当时才3岁，看到也不可能记得。看着沈淑荣的笑，谢云照又开始口干舌燥。刚刚还没亲到，现在场面有椅子上的姑娘拿起茶杯喝茶。表妹怎么还在啊？沈淑荣又想掐他，哪有这样说话的？我听你们聊天有趣。有趣就能一直听？没看到未来表嫂在，不懂给我们留点空间呢。去找你大表哥玩，你不是说他喜欢樱桃酥吗？带着一起去。离霜这下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端起点心就走。离霜告辞。转身的瞬间，沈淑荣见他红了眼眶，想说些什么挽救一下，可一想到身边这人不靠谱，便算了。而且谢云峥不是轻易能见的，给他这个机会他也会高兴的。亲自走过去关门，谢云照走回来，好像现在也不合适，没有气氛。蓉蓉，你就是这样对一个小姑娘的？有何不可？去床边坐好不好？你也知道这方桌碍眼了。沈淑荣不动，谢云照蹲着看他。哪里是什么小姑娘，都16了。我也在，有什么？就因为你在，她才应该走得更快啊。沈淑荣勾勾唇，拉着他坐去床边。怎么说都是女孩子，面皮薄，要好好说话，把人家小姑娘都惹哭了。知道了，再惹哭一定不让蓉蓉看到。沈淑荣靠在他身前，谢云照揽着他的肩，看吧，就说那丫头耽误事儿，他想办法酝酿被打断的情绪。还没有眉目，又有人敲门。岁寒进来，财库的3掌柜负责布匹丝绸生意，传来消息，约了明天谈。我明天也去，别走漏消息。是，郡主。明天我陪你去。你后背的伤不影响出门。沈淑荣没用午膳，又坐了一会儿，便回了府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出门就看到了骑着马的英俊男人，得亏他没像谢云峥那样能文能武，否则不定多少蝴蝶来抢。谢云照见他出来，跳下马，青竹青鹰今天礼行得好，头都要贴地上了。快免礼，你陪我坐马车。马车里，谢云照询问今日生意，这可是他第1次参与财库外事，万万不能拖蓉蓉后腿。沈淑荣耐心对待他少有的认真，这种棉布抗寒耐磨，近2年传过来的，但因棉是西南产出，所以运送到最需要的北方很困难。所以蓉蓉想通传后销往北方。今天来就是谈成本价。咱们需求量大，他们可以多让些。也不必，质量不能变，而且咱们也不好以权压人。那销往北方可以在500文基础上加一些。云照哥哥，北边不比南边富裕，我想让他们能穿得起。谢云照盯着他，他的蓉蓉好善良。
都听你的。到了约好的地点，沈淑荣、谢云照坐在一个包厢，三掌柜负责出面，在另一间谈。三掌柜聊着聊着跑进来，郡主，对方得知咱们想要，死要400文。你跑了3趟还是400文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他可知你身份？按理是，毕竟昨天就约好，他不知也有时间询问。沈淑荣头大，知道是财库要，也这般强硬，难办了。此时最好的雅间里坐着2位男子。你爹不是挺高兴的？他能成什么事儿？是我爹想的太好了。哼，你觉得350文他们能认？一个闺阁女子，一个只知道玩闹，会谈什么生意？且他有您撑腰，350文可是您下的令。三掌柜又出去了，再回来时，提了你，他让了一口。沈淑荣揉眉心，才让一口。前世2年后，谢云峥看到棉布优势谈到的280文，是他把时间提前的原因吗？多少？350文，说不能再低了，谁都不行。我去，你们护好郡主。沈淑荣来不及拉他，三掌柜急急跟上。三掌柜刚走到，就被谢云照一脚踢开。什么人？关门！三掌柜回神，把门关好。二爷，王老板是吧？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吧？不知这位是？我是谁？和多少钱一匹布有关系吗？啊，哈哈哈。没关系，这价格已经谈完了，不能再让1分呢。200文。哎，这位公子开什么玩笑？如此怕是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劝这位公子呢，跟着你们掌柜好好学一学这做生意呀。200文一匹布，我要质量和现在的一致，且我不要的才可以卖给别人。这位公子，请问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此等无理要求啊？谢云照掏出一枚牌，就凭这个。鲁国公府令，可看清了？敢惹？你这是欺压！不愧是王老板，理解的完全到位。嘿嘿，没错。王老板险些昏倒。你想以权压人，不怕我告你？不怕，你去。屋内之人大惊，这么猖狂！只见谢云照弯腰，从靴口拿出一把短刀。看看你有没有命去！对方账房吓得直坐地上，指着刀尖的手抖个不停，嘴张张合合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那人虽让死手，但不让暴露。王老板也知道，死也是白死，那人不会为他撑腰。三掌柜去准备合同。三掌柜逃一般跑走。沈淑荣听到200文，懵了。得知谢云照谈判过程，低低笑。他男人出手直接到位，再加50文，不过要在验过后没问题再支付。是郡主。三掌柜挥去额间汗水，这样也好。200文，他真不知道送来的货能比粗布好哪儿去。三掌柜回来，把沈淑荣的意思说了。谢云照站起身，他2步走到王老板身边，拎着他脖领子，多出50文是郡主心善，要记得感恩。是，我感恩郡主，特别感恩。不过要以你家布庄名义签合同，敢糊弄1分，没了你，我就找你儿子、你孙子，找你全家要说法。想告我，鲁国公府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就看你敢不敢去。他松开手。二爷您坐，我们这就签合同。王老板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合同了？对，我签。合同很快签订完，谢云照刚要走，这位爷，敢问怎么称呼啊？若是怕有麻烦，是鲁国公府2公子，谁敢找茬让他找我。多谢2公子，不客气。从今以后呢，你就是郡主的人，她是我未婚妻，我自然会照顾她的人。是，小人记住了，小人一定会感恩郡主的。别走了，我走了。老哥呀，你家郡主这找了个什么夫君呢？三掌柜也不知道好不好，人吧挺向着郡主的。别被他听到。郡主就该找这样的夫君，有福气。哎呀，郡主善良，
二公子，总之，郡主和谢二公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沈淑荣带着谢云照走了，不想上马车，走走吧。好。沈淑荣弯唇，空气是甜的，两人撑一把伞，离得极近。到一家首饰铺，沈淑荣进去，预定了一对新到的玉佩。郡主，这是您预定的。沈淑荣接过来，亲手给身边男人系上。谢云照嘴角压不住，又不想让他破费。掌柜，记鲁国公府账上。不喜欢我送你礼物啊？喜欢呢。掌柜，去长公主府结尾款。是。看什么？不给我系上。谢云照回神，会碰到他衣裙，好吗？谢云照蹲下身，系在他腰间。能看出是一对吗？能。笑得傻，那就好。两人又去了云商阁，京城最好的成衣铺子。掌柜早已等在门外，迎了进去。最好的布，沈淑荣挑同色，选了几匹。掌柜边夸颜色好，边问做什么样式。就做那种，只要我们俩同时穿出去，别人能看出是一对的样式。掌柜拍着手恭喜。懂了，青竹轻应背过身去，想笑又想哭，能看出郡主都是提前定好的，并不是因为二爷帮忙谈成生意。二爷真的终于等到他的幸福。谢云照拉着沈淑荣上马车，不逛了。沈淑荣还要去下一家，为什么回马车？他订了削铁如泥的匕首，他会喜欢。直到隔绝所有视线，被男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沈淑荣才反思，底气这东西是不是不能一次给太多啊？你别激动，你知道这点钱对我来说。谢云照摇头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他心里有他，是他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他未婚夫，甚至想故意让人知道。马车停了好久，贴身的4个仆人笑着等。鲁国公让豪大儿来见他。夫君，吓到双双了。抱歉啊，双双，仪仗太生气了。黎双摇摇头，缩着脖子不敢说话。云照又怎么了？叫他过来你就知道了。中午回来换了药又走了。来人，出去找，去长公主府找。爹，找我何事？逆子，跪下。谢云照坐在椅子上。您先说事儿，表妹还在，跪下多没面子。你拿令牌时答应过什么？轻易不拿出来。知道还拿，还仗势欺人，该当何罪？谢云照回头看看缩在门口的何管家。老何，有人来告状。回二爷，没有。谢云照看回爹，摊了摊手。没人告状，就可以拿鲁国公府名义欺压？爹，都没人告状，你就要罚我，说不过去吧？我帮郡主把生意谈成，这样才能显得儿子对财库有用嘛。那既然您不满意，儿子明天就跟郡主请辞喽。你请什么辞？不可以。那您看，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哎呦，您就是爱生气，这没人缺个不断腿儿，也没人找上门。你看看，把你气够呛。走吧，咱爷俩好久没打一场了，跟您消消气。你确定让爹消气，不是消你爹吗？当然，只是刀剑无眼。你背上有伤，爹胜之不武，回你院子去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谢谢爹关心。谢云照走了，爹知道的挺快。鲁国公心口窝的那股气还闷着。依仗，二表哥不会听话的。双双有办法。双双很久没来京城，想让二表哥带着走走。对，你在家也是无聊，让你二表哥带着出去逛逛。有郡主在，也没人说什么。最重要的，看住他，别动不动就给老子惹祸。双双会的，你要注意身体。你表哥皮猴子一样，出去疯玩没狗，再累到你。没事的，姨母。郡主可以，双双也可以的。好，吃不消就早点回来。谢云照走得急，沈淑荣没来得及告知他明天的行程，刚要叫岁寒去一趟，金枝俯身行礼。郡主，不如让奴婢去吧。岁寒今日陪您出去过，想必有些累了。怪我最近不带你出去啊！奴婢怎敢质疑郡主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奴婢知错，不耽误岁寒出门。岁寒出去，金枝盯着他的背影，就知道撮合郡主和谢云照。郡主一时新鲜罢了，等看到谢云照就是个扶不起来当阿斗，看到他整日不务正业，郡主定阉了你。郡主，奴婢给您敷手，再抹点桃花膏。不得不说，金枝伺候的最好。沈淑荣弯唇一笑，这么厉害的人物不应该被埋没。还是你伺候的好。郡主，您的婚期近了，陪嫁的人也该定下来了吧？你说的是，原定你们4人去，再加上祖母给我的4人。郡主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？云照哥哥对你……郡主，奴婢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奴婢能看得出二公子把您放心尖上的。他皱了皱眉，狠心说：“还能常常陪你，比世子都要强上许多。”
你真觉得他比世子好？金枝违心，狠狠点头。奴婢现在懂了，对您好才是真的好。下次你把这话当他面说，他能接受我带你去，陪嫁人选就不变。奴婢知道了，多谢郡主指点。很想去吗？其实我让祖母给你挑个管事嫁了也好。不，奴婢不在郡主身边，不放心。奴婢不嫁人，一辈子伺候您。好，我信你。银枝站在沈淑荣身后，对金枝越发不满，从没觉得她这般慧眼。说的好听，分明就是为了谢世子。对寒现在特别喜欢去鲁国公府，每次去只是送个信，也能吃到好茶好点心，还有青竹青樱两位好看的哥哥围着他转，陪他聊天。郡主打算巡几家铺子呀？如果结束的早，我们可以去清泉湖泛舟。不知道，郡主说可能要几天吧。青竹青樱点点头，看来这几天二爷想要的好氛围是没机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云照没等出门，又被娘请去用早膳。什么？我和郡主出门，带她干什么？你表妹难得来一次，带她出去走走。找她大表哥带啊。你以为云峥像你这么闲啊？我劝你现在就跟我娘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要留在家里。姨母，二表哥威胁我。谢云照再出门时，身后多了一人，满身的烦躁，在到达长公主府大门时一扫而空。我进去接人，你在马车里候着。知道了，二表哥。沈淑荣在府门外看到离霜时很意外。离霜见过永嘉郡主。我娘非让带她。沈淑荣摇摇头，表示没事儿，笑着走去他身前。离霜表妹跟来也好，给我做个伴吧，坐我的马车吧。表妹。离霜错愕，很快垂头道谢。谢云照实话当场，蓉蓉要跟离霜坐一辆马车，他呢？马车里，沈淑荣话着家常。表妹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我和你二表哥的婚期还早月余，在家闲着无事，便提前来了。知道和我成婚的人换成你二表哥，你们一家是不是很惊讶？的确，没想到郡主会同意。怎么，你也觉得你二表哥不如大表哥？没有，两位表哥都是极好的。是吗？若非要选出一人呢？大表哥沉稳，二表哥活泼。我懂表妹的意思了，人们大多喜欢沉稳的。离霜震惊的抬头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对，郡主是这个意思。二表哥，你听到了吗？郡主心里的人依然是大表哥。霜，二表哥这么喜欢你大表哥，去找他去。姨母说他忙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转回去。离霜转回来，对上沈淑荣的笑颜，垂下头。你喜欢谢云峥可以，但想惦记谢云照，他不介意姐妹变敌人。我记得他们去过你家，那时候你们都玩什么？我娘的一些好友会带着孩子来玩，二表哥很厉害，玩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听说他们有一次跟着你父亲去打猎，这都是前世离霜告诉他的。足足等了2年，最后因是他男人没应，才听三姨母的话回家嫁人。那次打猎结果怎样？二表哥不可能告诉他。对了，大表哥一定和他炫耀过。那次大表哥猎到鹿。是吗？那时他们年纪不大，能猎到鹿很不容易是吧？离霜不说话，抿着唇点点头。不说话有什么用？难怪你如此崇拜你大表哥。不是这样的，分明就是你还喜欢大表哥。云照哥哥那次猎到什么？有完没完？我们到了。谢云照声音略显急切，他可不想让蓉蓉知道那次他输得很惨。二表哥这个傻子，郡主分明就是借着说他在表达有多喜欢大表哥，就他听不出来。离霜下了马车，谢云照往后躲，他的婢女扶着。沈淑荣下马车，把人扶好下来。钱庄没什么可逛的，我和郡主进去有公务，表妹自己逛逛吧。是，二表哥，离霜知道了。等二人从钱庄出来时，离霜已经等在马车旁。谢云照扶稳沈淑荣上去，表妹坐后面马车。离霜红着脸走去后边，沈淑荣靠在他怀里。云照哥哥，我歇一会儿。以后别让旁人上你的马车，你累了都不能歇。离霜表妹又不是外人。她不是外人，我是啊。知道了，你不是，他是。谢云照满意了，轻轻亲吻她的发髻。谢云照自从订婚，天天找永嘉郡主，郡主估计也不愿，但我无法拒绝。街边几位贵女看到沈淑荣二人，其中还有一人是李婉儿。此刻见二人常常见面，她倒有些羡慕。马球那一日后，谢云峥没再约过她，李婉儿顿时失了兴致。我突然想起今天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几个小姐妹道了别，李夫人见她回来颇为不解。女儿怎么不高兴
定啊。娘，谢云照都知道约未婚妻出门，谢世子怎么不？他们兄弟与你之别，放一起比什么？谢世子一事无成，你还愿意嫁？他是鲁国公府的未来，哪里那么多的儿女情长？而且他封世子后，和永嘉郡主见面也不多。即便不见，东西也该送送吧。我到现在一盒点心都没看到他的。要不要娘约一下国公夫人？不要，不丢人。娘带你去串串门，平时还去呢。我说不用，娘，我要睡会儿。好了，他一定是最近忙，闲下来不找你，娘去问他。知道了。我下午来陪你。不用，我要整理一下今天发现的问题，再睡一觉。你也好好休息。谢云照此刻恨不得把黎霜送回老家，如果他留下，就能留一下午。他看着沈淑荣进去，耷拉着脑袋上了马。郁闷了一天的李婉儿，下午收到鲁国公府的帖子，约他明天一见，地点他定。娘说了，他忙，别多想了。从郡主手里捡这么好的漏，你就烧高香吧。真是他送来的吗？怎么没署名？废话，不是谢世子，还能是谢云照啊？娘，我们去哪玩？娘帮你参谋。鲁国公府，诗雨进了书房，递给谢云峥帖子。世子爷，李家小姐。李家小姐，哼，李婉儿。明日辰时3刻，清泉湖赏莲。时间地点如此确定，李婉儿凭什么判定他的时间？约他的态度又这般强硬？去问问，今天有没有人以我的名义给李尚书府送帖子？赤羽领命去查，回来时脸色不太好，怕世子爷发飙。二爷安排的。谢云峥皱眉，他怎会管他的闲事？叫双表妹来见我。是。黎霜来时不知道何事，表妹今天出去都聊了什么？表哥，双双今天坐的郡主的马车，和他聊了一路。我觉得大表哥沉稳，二表哥活泼，郡主也很认同，还说大多数人喜欢沉稳的。谢云峥垂眸，掩住心里的喜悦。还有呢？双双还给他讲了你们去我家狩猎那次，大表哥猎回来一头鹿，郡主觉得很厉害，说你们那时还小，很不容易。我也说崇拜大表哥。谢云峥嘴角微勾，难怪表妹喜欢跟二表哥出去玩，是有聊得来之人。我还有些事情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有串红玛瑙手串，很衬表妹，让赤霄给你取来。多谢大表哥。黎霜回去了。谢云峥笑着点点头，郡主也是崇拜他的，难怪谢云照急着让自己靠近李婉儿，定是听到郡主心里还有他。虽然被谢云照搞事，但已经约了，不能失信。告诉李婉儿，就说我会准时过去。赤羽安心领命下去，李婉儿高兴的失眠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谢云照偷溜出府，马都没骑，靠着长公主府外墙打盹儿。房看到哎呦哎呦的迎了进去，姑爷怎么不叫他开门？沈淑荣见只有他来，心里高兴，故意问道：黎霜不来吗？我出来太早，待会儿让人去接他。接他？还打算让他跟着？嘿，是啊，他大表哥大表嫂今天去清泉湖，我让人接他去。沈淑荣了然，随即想到什么，人少多没意思啊，回家两位小姐也无聊吧？对对，我哥的幸福都靠我。沈淑荣喊了金枝进来，今天你能不能出府，要看二公子的。多谢郡主。谢云照回来时，就看金枝端杯茶过来。奴婢请二公子用茶，感谢二公子陪着郡主，护着郡主。奴婢最近才看明白，只有二公子是真正把郡主放心上的，请二公子原谅，奴婢以前目光短浅。谢云照接过喝下。好了，郡主有我在，你可以放心。是，奴婢放心着呢。金枝抿着唇，微微抬眸看沈淑荣。一会儿你们都跟着吧。金枝很高兴，谢过他退下。这是哪儿出啊？他对你不敬，必须让他诚心道歉。谢云照有被宠到，心里甜甜的。两人出发去寻铺子，青音告诉谢云照，世子已经出发。你去接黎霜，直接去清泉湖。青音是男子，不妥。金枝，你陪青音去护着黎小姐，等黎小姐平安回府，再回长公主府复命。是郡主，奴婢定护好黎小姐。金枝雀跃，她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两个人一上午寻了3家铺子，中午在徐记用的午膳。谢云照暗道，甩掉黎霜太对了，都能和蓉蓉在外用膳了。如果下午也在一起，越想越开心。蓉蓉，我们下午要不要去泛舟赏莲呢？谢云照的小心思难逃沈淑荣的火眼金睛，只差一指的吻还没落成。他摆脱黎霜，又约游船，只怕是
想做坏事。好吧，只是离霜表妹会埋怨你吧？我有心待她，但她身子弱不中用，况且她早上游过船了。沈淑荣真想让离霜听听，他二表哥的关心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。炙热的阳光洒在荷叶上，碧绿油亮。淑荣站在船头看满湖的莲花，谢云照拉着他进了船舱。外头热，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樱桃。谢云照坐在他身边，亲手喂樱桃，看着红红的樱桃入了他的粉唇，又开始口干舌燥。沈淑荣也喂了他一颗，谢云照的唇碰触到他的小手，心神一颤，抓住他的手拉近了，把人搂进怀里，空虚的心逐渐被填满。沈淑荣也汲取着，他也贪恋他，直到谢云照的呼吸逐渐急促。云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蓉蓉，我怎么了？我想亲你，可以吗？沈淑荣心里一喜，面上依旧懵懂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男人惊喜疯了，随后他的唇落了下来，先是如羽毛一般拂过，轻轻触碰着他的唇，带着试探，小心翼翼。沈淑荣的不躲避等于鼓励，他便加深了这个吻，唇瓣贴得更紧，辗转撕磨。男人怕吓到他，但又不想停下来，直到沈淑荣推他。不要了，亲肿了，会被祖母看出来。你困了，可以睡会儿。沈淑荣的确累了，躺下后就听男人打开了隔间水房的门，闭上眼偷偷笑。谢云照下船时容光焕发，蓉蓉对他的接纳比想象中快很多，这个发现比亲到嘴都开心。坐在马车里送人回去，看他嘴唇的确有些肿，心情极好，凑过去轻轻含着，一下一下像小鸡啄米。沈淑荣没想到他会这般，像是上瘾一样。快到家了，让祖父看到，再也不让你见我。谢云照吓得赶紧把人放下坐好。明天我们还赏莲吗？沈淑荣瞪他，他们一片叶子都没赏吧？南边水患快起，我打算去一趟，亲眼盯着这次赈灾。现在就去？不是有钦差去吗？钦差有用的话，还会有这么多灾民吗？我们说好一起去。谢云照一天都不想和他分开，会亲不到他。好，一起。回府后，福顺来传话，这次派的钦差和前世一样，叫左玉成，中饱私囊之辈。沈淑荣更加坚定要去。郡主已经招募300水性好、年轻力壮的送去庄子上，紫菱为一半留下教导，另一半跟着您南下。好，那个人继续找，他才是关键。是郡主，奴一直在找。沈淑荣当天没敢去见祖母，唇真的肿了，明天再去。谢云照骑着马回府，嘴角持续挂着笑。恭喜二爷！他们一起出京，亲肿了，老太傅也看不到，想想就高兴。你们俩准备准备，我要陪郡主出京，归期未定。是二爷，路上您可要照顾好郡主啊。当然，他身边只有我。晚膳时，一家人一起，离霜也在。马上大婚了，走什么走啊？这事儿不是我定的，郡主去我一定要去。二表哥，我也……你吃饭想吃什么？二表哥让人给你做。你们去玩，我也……你也找个未婚夫出去玩。怎么说话呢？别听你二表哥乱说，离霜还小。不急啊，不过你不能跟去，现在南边不安全。李双吸了吸鼻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谢云峥不知道沈淑荣为何要去，但这没脑子的家伙去，的确能保护他，忍住疯狂的嫉妒，拦住爹娘。是郡主想去，你们说他也没用，令牌还我。爹，您不让用，我都锁起来了，我不带，放心吧。你能有此觉悟，爹心甚慰啊。用过晚膳，离霜去找谢云照。表妹何事，在院子里说吧。二表哥，让他们先出院子。你不说我走了。二表哥，你说话声儿挺大呀，平时跟蚊子似的。二表哥，你知不知道郡主为何让丫鬟跟着我？为什么呀？想让丫鬟帮他盯着，你知道的。谢云照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就走。二表哥，他根本就放不下，昨天他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还要自欺欺人下去吗？怎么，你觉得我该退婚？离霜一喜，赶紧点头。然后呢？我娶谁？离霜小脸红透，低头扭手指。谢云照眯了眯眼，没想到这丫头存了这等心思。你这小娃娃，收起你所有想法啊！没有郡主，我打一辈子光棍。离霜震惊，没想到他会拒绝的这么直接。二表哥当真不介意吗？你知道我配不上他吗？不，二表哥谁都配得上，在离霜心里，二表哥值得最好的人。谢云照见他哭，撇撇嘴，
嫌弃的站远2步。对啊，郡主就是最好的人。他心不在你身上，你会后悔的。谢云照伸手揉揉唇，不在吗？现在不在，很快就会在。你别跟着瞎操心了，再敢污蔑郡主，别怪我不认你。送客。谢云照回去收拾东西，浪费他时间。离霜哭着跑走了，他的真心表哥为什么看不到？刚跑回院子又折去正院，不行，他一定要跟去。第2天，长公主得知小祖宗要去南边，你一个女孩子去那么乱的地方做什么？是懂治理河道，还是懂安置难民？不懂玩，月余就成婚了，还长不大。祖母，成婚后更出不去，求你了，祖母。多带些人手。会的，紫菱为半数，林照哥哥也去。长公主瞪他一眼，唇都肿了。别以为有圣旨就乱来，你们到底还没成婚。我知道了，祖母。沈淑荣羞着脸跑走了。谢云照被娘叫去，看到离霜，很是厌烦，竟敢觊觎自己，换了旁人早打出去喂狗。娘，找儿子何事啊？你这次出门带着你双表妹。娘，表妹身体不好，路上病了，死了谁负责呀？哎呀，呸呸呸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你表妹，不会说好话啊。你让她去，我不去了，她陪郡主去吧，我退婚。怎么就说退婚？圣旨都下了，你表妹跟去，也免得郡主被人说闲话。你们孤男寡女，青竹青樱不是人呐，长公主不安排人，用得着您操心吗？我看你就是看不得我好。哼，我就不该出生，占了您嫡长子的身份，我都还了，还要怎样啊？要我去死啊？你这个逆子！二表哥，你怎么能如此说姨母？他为了你，都是你惹出来的，还好意思说？小小年纪，小家精，这么愿意出门，滚回你家去！我成婚不缺你的祝福。离霜小脸煞白，谢云照谁都不顾，抬脚就走。青竹，给三姨母去信，接离霜回去。二表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跟你去。也长点心，您2个儿子即将成婚，外甥女来这么早，今天跟大表哥泛舟，明天要跟二表哥出门，也不知道避嫌，再搞出什么丑事，你2个儿媳妇不怪你啊！离霜跌坐在地，他竟然这样说自己。回过头，果然看到姨母为难的脸色。姨母，我没有。国公夫人压根儿没往深处想，此刻听着儿子的话，心中难免猜疑。双双，姨母知道你不会，既然你二表哥不喜，还是别去了。离霜已经知道去不成，他在二表哥那儿从来不是特殊的。姨母，双双知错了，这就回家去。哎，你这丫头啊，你二表哥从小就混，别听他的，姨母信你。好，双双陪姨母在家，想去哪儿玩，姨母陪你。姨母，你还要忙2位表哥婚事，双双怎能添乱？别生你二表哥的气，姨母跟他都气不起。先回去休息，姨母空了再找你。等离霜走后，转头叮嘱贴身嬷嬷，叮嘱离霜。长公主府秋桐院，金枝正学着昨天游湖发生的事儿，沈淑荣听得津津有味。谢云峥的后宅乱起来才好玩。你不了解我的喜好，这次你留下，我的新房陈设要按照我的习惯来，还有嫁妆聘礼，这些是至关重要，交给旁人我不放心。金枝本想跟着去的，怕出去越余，郡主习惯别人，身边没了他的位置。如今听到新房陈设婚事喜上眉梢，这样他就有机会去鲁国公府，勤一点也没关系。是，郡主，奴婢定会让您满意。离霜刚进京，我不能带她，你有空多去探望，她有什么不懂的你提点些，别叫其他小姐欺负了去啊。奴婢明白，郡主好像挺喜欢离小姐。金枝乐不可支，名正言顺的机会又多了。她性子好，又是她表妹，应该的。您放心，奴婢定会护好她。沈淑荣勾唇，回了一趟郡王府，郡王妃舍不得女儿，叮嘱了好多。娘和她继母谈过了，梁大人意思很简单，只要不休回梁家，怎样都行，只求给他们家留点面子。哼，那就贬为贱妾，再称病不出，别让他太舒坦了。若他能活到将来，便让他看看他失去的是什么。答应下来，他也是这样想的，敢如此对待儿子，他不会让梁氏好过。沈淑荣又去了一趟皇宫见皇伯伯，皇帝见他精神不错，刚要夸两句，沈淑荣直接跪地磕了个响头。快起来看看额头，傻孩子，怎么行如此大礼呀？皇伯伯，永家有事相求。
李琛得知永嘉郡主进宫，匆匆赶过去，刚走到半路就被告知永嘉郡主已经走了。他脚步未停，沈淑荣如今手里有财库，他不能当她还是个普通的妹妹。孩儿臣参见父皇。孩儿臣听说永嘉妹妹来了，姑祖母却没有来，姑祖母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，永嘉要出去游玩，走之前来看望朕。这丫头越来越不安分了，马上都成婚了还出去野，她想趁着成婚前去南边走走。李琛笑着找话题聊起政务，心里总觉得不对。走时皇帝看了他一眼，永嘉要做的也算好事儿，为何连太子都要瞒？鲁国公府大门外，陆子谦和顾恺之迎面碰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呢？希儿不愿意带你来，还用我说吗？我最近也没给你玩啊。再说了，我就来看看他的伤。两人被门房迎进前厅等候，由小厮去报给谢云照。小厮很快回来，请两人一同前去。两人走进临风居。哟，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？你家大门口遇到的，我这几天天天来，终于赶上谢兄在家。我这次出门呢，不定何时回来，你想去吗？我得先问过我爹要去哪儿啊。我去，谢兄，只要你带我就去。没问你，问我了，谢兄看着我问他，别做梦了你。是他，不过你要离我远点，我要陪郡主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离得远远的，绝不打扰谢兄和嫂嫂相处。谢云照听到他叫蓉蓉嫂嫂，顾恺之什么缺点都没了，配做他的朋友。回去收拾东西吧，多带些人手去南方。好嘞，不是你真带他？主子，你别挑拨离间呐。谢兄亲口说带我。等等，记得带好你的令牌。我知道了，谢兄放心。你带他去添堵吗？万一遇上滑坡，我也跟你去。现在就回去禀我爹。你别去了，留在京城，万一我有事需要你办呢。那你早点回来。今天不玩了，我要收拾东西，你先回去吧。陆子谦见他态度和以前没什么区别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。夜里，谢云照枕着手躺床上，明天他们就要出京了。为了蓉蓉的安全，他定要贴身守护，想想就激动得睡不着觉。船上亲吻的画面在他脑子里已经停留2天，急需新的画面把他挤走。门被敲响。谁啊？是我。谢云峥，他来干什么？睡着了。出门在外，别只顾着玩，护着点郡主。谢云照噌地跳下床，噔噔噔走过去，一把拉开门。你有病吧？还有，也要注意他的名声，虽有奴仆，但人言可畏，不要单独相处。谢云照借着门，抬脚就踹了过去，真是给他脸了。他又不是跟李婉儿出门。谢云峥边退边挡，找机会还手，他也一肚子的气，哥俩就在院子里打了起来。谢云峥哪里是谢云照对手，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顿时就失了力气，直不起腰。来人，世子梦游送回昭辉院。不用，若是被我知道你趁机欺负他，不会饶你。谢云峥转身出去，谢云照要去拔剑，被青竹青樱拦住。谢云照眯了眯眼，他一贯能装，从不做这等傻事，况且这么晚了，定是煎熬许久才下定决心前来。没想到还没接手，未婚妻便弟媳。青竹，借别人传出去，裴副将的儿子没能升千户，世子功不可没。是，二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表妹在自己院里用，没来。哎呀，娘，她就是存了歪心思。娘昨天听你说的有道理，有特殊观察她，也叫人盯着她，没看出她对你大哥有别的想法呀。娘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你有2个亲儿子？你说你自己？不会吧，双双不是肤浅的人呐。我不管娘信不信啊，反正她不能进我院子，不能和我坐一桌。除了郡主，别的女人都不行是吧？对，除了郡主和娘。那郡王妃呢？娘，你逗我呀？岳母当然可以啊。此时的谢云照还不知好岳母给他安排了什么。街上沈淑荣骑着马，美滋滋的出城。妈妈，奴在，寸步不离郡主，记住了吗？马车里的沈淑荣头疼，她没想到娘来这出。钱妈妈好。郡主出门也要注意得体。知道了，钱妈妈。马车行驶半个时辰，谢云照叫停队伍，喜滋滋的走过来。蓉蓉，我来了。二公子，云照哥哥，祝你好运。这位妈妈好。第一，二公子和郡主虽有圣旨赐婚，但1日未成婚，便要注意1日男女大防。郡主的马车堪比闺房私密，二公子不该不经允许掀车帘。谢云照愣住啊，车帘子都不让掀，那马车还能上吗？第二，二公子该行礼称郡主，出门在外礼不可废。谢云照看沈淑荣这么多规矩，
沈淑荣不敢看他。第三，听二公子意思是想上郡主的马车，这更不可以，让人看到长公主府的皇家规矩，岂不是被笑掉大牙？妈妈误会了，我是来问郡主要不要休息一会儿。既然不需要，继续上路吧。说完，走去后边坐马车，翘个二郎腿躺上去，心焦气躁。原来这婆子是这个功效，只要有她在，她的幻想都会泡汤，别说亲，手都碰不到。中午到了镇子上，好在和蓉蓉同桌吃饭，婆子没管。我们吃好了，你们也下去吃饭，一会儿还要赶路呢。谢云照打发下人出去，终于可以和蓉蓉单独相处。钱妈妈没动。钱妈妈，你也累了，去休息用饭吧。郡主，老奴不累，郡王妃令要寸步不离郡主，路上用些干粮就好。谢云照一口心血吐出，未来的二人世界要这般过，眼下心底情绪。谢云照起身，钱妈妈就在这用吧，陪着郡主我去检查队伍。辛苦二公子。青主青英正在厅里用饭，看到黑着脸的谢云照。二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谢云照在青主耳边低语：是二爷。半个时辰后，队伍要出发。沈淑荣突然看到又来了一队人，其中为首的正是顾恺之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沈淑荣上马车之前撅着嘴瞥了谢云照2眼，钱妈妈连他躺着的姿势都管，他好想窝在谢云照怀里，2天没碰到人了。蓉蓉放心，我们很快就能脱离苦海。谢云照留下青英，召集队伍出发，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。饭菜端上来时，青竹给谢云照使眼色：二爷，今天驿站特意收了点野味，招待您和郡主。知道了，也不知道野味是否安全，我替郡主试试菜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和钱妈妈伺候郡主就够了。钱妈妈微笑点头，她乐见谢云照伺候郡主，就该如此。今天野味还真不少，野兔还有野菜，郡主，我先尝尝。好。这野兔肉不错呀，就是放了酱吃不惯。哎呀，野菜也算了，有些苦涩，口感不佳。郡主，我给你加别的菜。钱妈妈听到酱、野味、野菜几个字儿，眼眸亮了亮。沈淑荣吃好，银枝岁寒伺候她去房间沐浴。钱妈妈，这些野味难得，也不知你吃不吃得惯，吃不惯就让人拿下去分了。我先走了，去看看夜里布防、马匹草料。没想到二公子是个心细之人，处处安排妥帖。我自己平时马虎惯了，但涉及郡主，该事必躬亲，确保没有任何隐患。二公子有心，辛苦。谢云照笑着走出去，钱妈妈坐下。没人打扰，郡主沐浴的时间不短，足够她好好享用这顿晚餐。沈淑荣洗好，银枝为她抹特制的玫瑰香膏。钱妈妈吃好了，回来给沈淑荣顺发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夜里我陪着郡主。银枝岁寒称是退下，一会儿郡主的头发这般长了。是啊，我都18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在长公主、郡王妃眼中，您永远是孩子。沈淑荣无奈，抗争无效。钱妈妈扶着她上床休息，突然肚子疼。妈妈怎么了？老奴没事，净个手就好了。老奴换银枝来陪郡主。好，妈妈有事别瞒着，咱们有大夫。多谢郡主关心。强撑着说完这句话，钱妈妈夺门而出。银枝来时，不知发生何事，让人请大夫来给钱妈妈看看。是郡主。钱妈妈方便过后，舒服多了，想来真是吃撑的缘故。回来碰到谢云照，二公子怎么上来了？钱妈妈，我刚才肚子疼，刨了2趟茅房才好些，想来看看郡主有没有事啊。二公子怕菜不干净。是啊，我走后妈妈吃了吗？有没有肚子不舒服？老奴也肚子疼，刚去净手回来，快去看看郡主。钱妈妈也急着去，不再强调男女大防。沈淑荣面色红润，没有任何不适。许是野味的问题，还好我没让郡主吃啊。云照哥哥，你和钱妈妈都去看看大夫吧。好，我们这就去，你别担心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郡主，我又疼了。先走了。银枝护好郡主。钱妈妈紧皱着眉跟出去，她也疼，看来真是吃坏肚子了，不是吃撑。谢云照才吃了2口，就跑了3趟，他可是把野菜汤都喝了，想想就可怕。大夫来把脉，二公子、钱妈妈，出门在外，野菜还是少吃为妙。茅房定是要多跑几趟了。不过我开了方子，一会儿喝过药，能减轻一些疼痛。多谢大夫，我没吃几口，不是很喜欢，以后会注意的。钱妈妈没说话，丢人，而且又来感觉了。谢云照后来又跑了3趟茅房，钱妈妈跑了4个3趟，第2天已经起不来了，虚弱的躺在床上。沈淑荣是心疼的，但她不能耽误行程，1天都未必够。
够，留下2个2等丫鬟照顾他。钱妈妈，我此次去还有要事，不能耽误。钱妈妈手肘撑着身子想起来，结果头都没抬起来。妈妈别动，要保存体力。谢云照没进门，站在门外，语气很是担心。钱妈妈受罪了，这的议程我已经罚过了。至于赶路，顾尚书次子也在驿站，我护送郡主先走。等钱妈妈好了，跟顾恺之一路，没有太多女眷，想必很快就能追上我们。顾公子的目的地和郡主一样吗？原本不一样，但离得不远。我和他说一下，他会送钱妈妈来找郡主的。沈淑荣觉得这个安排很好，既不耽误他的行程，还能有人照顾钱妈妈。妈妈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不会做让娘和祖母不放心的事。你安心养好身子。钱妈妈此时不想答应也没法子，麻烦二公子和顾公子说一声。不麻烦，他是我朋友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转身走的那一刻，翘起了唇角。顾恺之昨天被青樱邀请来住驿站时，十分高兴，谢兄没有赶他的意思，见谢云照过来找他，更高兴了。谢兄，找我何事？有个人需要你带着。什么人？郡主的嬷嬷病了，可能要耽误2日再走。谢兄放心，嫂嫂身边的人，恺之定会好好护送。钱妈妈跟着长公主多年，先前在宫里，后来又在郡王府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就想领略民间风光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恺之也甚是喜欢游玩，一定带他领略个够。看好你哦。谢云照骑上马，走在最前头。等远离驿站，迫不及待下马，钻进沈淑荣的马车。赵哥哥，钱妈妈不让你上我的马车。谢云照一听，绝望的无力，直接跪了。沈淑荣吓得坐直，他怎么跪到脚边？钱妈妈不在，没有人管，我也不可以上来吗？所以是你故意甩开他的。谢云照一惊，迅速起身坐他身边。柔柔，赶路辛苦，他年岁大了，照顾不好你。我年轻力壮，可以很好的照顾你。要是被我娘知道，他贪吃，又不怪我。谢云照拉人入怀，心香与柔软靠在身上，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沈淑荣躺在他臂弯里，仰头看着他的眉眼，喜欢由内而外。这么多人呢，花瓣一样的粉唇还没说口混的话，谢云照完全顶不住了，俯身便亲了上去，娇喘的声音溢出，搭配柔软的小手推阻着，迷情的男人才微微离开。还好了吗？沈淑荣无语，才刚分开，欣喜的从额头亲到他的眉眼，又从鼻尖到下巴，再到锁骨。眼看男人越发大胆，沈淑荣的手按住他，他是不是该制止他？他会不会觉得还没成婚就任他胡来是不检点？不可以。柔柔，是我冒犯了你，我没忍住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什么放荡？怎会？我之前不是你的未婚妻。谢云照听出他在纠结什么，柔和的盯着眼前的人。别说他订过婚，就算他嫁过人，只要他愿意跟着自己，那都算是他积了8辈子的德了。如今的每次相处，都是老天爷对他的馈赠。沈淑荣半天没有等到他的回答。你笑什么？笑他不知道他有多渴求他。说不说？不说我杀了你！猛然起身，掀翻沈淑荣，手臂垫在他后背仰倒，压了上来。不说，只亲。严丝合缝的，终于结束了这个吻，窝在他耳边深喘了好久。柔柔，我把命给你，好不好？我要你命做什么？我只要你陪着我。这句话令男人感动不已，找到他的唇又亲吻起来。沈淑荣被亲得像没了骨头，瘫软在他怀里。他根本不知道此刻对男人的吸引力有多大，早早起来的反应再也压抑不住，男人不敢再继续。坐回去。他恋恋不舍地起身，整理好衣袍才下去，回了自己的马车。傍晚到了一个小镇，在镇上客栈休息。沈淑荣睡了一下午，用过晚膳，想出去转转。谢云照在他身侧陪着。钱妈妈没事吧？没事，来得及，去得快。那他是不是很快就要追上来啊？应该不会吧，不过没关系，来了再留下。沈淑荣笑了。没办法呀，我看不得你不自在。不是为你自己啊。主要是为你。还有，我看大家都不自在，2个丫头话少得可怜。这个时辰没几家店开着。有的话也是。谢云照立时停住。是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再走走。没走多远，便看到门口迎来送往声欢快得很。沈淑荣回头瞧谢云照，眼神戏谑，说的是这儿。只是听别人说过这儿有。心虚什么？若不是前世亲身验证他是守着的，还真不信他没来过。他不是心虚，是害怕，怕他不信自己。我信你，回吧。谢云照松了口气，但不确定，试探着。蓉蓉若睡不着，我来陪你。沈淑荣没回头，想得美。
不答应啊。谢云照跟紧了，袖子里的手扣住他的，没甩开。还好，要说他从出生就不知道什么叫怕，唯独怕眼前的女娇娃。我见你睡了就走，还在争取。沈淑荣不是不愿，是怕彼此的渴望失了分寸。他们还有大事要做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儿女情长影响太多。第二天出门，谢云照直接坐在沈淑荣的马车里，进不去他的房，马车一定要珍惜，便把人搂过来。此刻他越发觉得婚期慢了。沈淑荣发现了他的目光，羞得趴他肩头，不敢再看他像狼一样的眼神。谢云照见他害羞，开始闹他，勾着他的舌不断的挑逗，享受着他沉迷的表情，直到二人都喘着粗气，谢云照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如珍如宝。蓉蓉，你不讨厌我对不对？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？他不排斥他的触碰，甚至在马车里天天吻他，不仅仅是因为落水不得不嫁他，对吗？谢云照很想知道，这对他很重要，他不是只把他当哥哥，也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，对不对？沈淑荣瞪他一眼，看不到也瞪，还不明显吗？要不是为了大婚那日的原怕，才不会忍成这般。谁说不讨厌的？谢云照吓得抬头看他撒谎，讨厌你，别亲我了。谢云照刚要难过，突然察觉不对，意思是如果讨厌他不会让亲。坏丫头说反话，嘴角一勾，低头吻上那不乖的唇。谢云照吻的比以往疯，急切地撬开他牙关，又把人压在床上，手吻住他的头，炙热又霸道，吻了许久，犹不解渴，到最后克制地抓过他的手，放在嘴里用力含着，他要疯了。你咬我？没有。沈淑荣不敢想，一句不讨厌就能这样，若他承认喜欢他会如何？沈淑荣把人赶回他的马车，谢云照下了马车，一步三回头，快走！谢云照回去反思，完了，得意忘形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谢云照规矩很多，依旧去坐他的马车，实在忍耐不住，才亲亲唇，风劲儿上来也只会加深一些。永嘉郡主来南边游玩的消息已经传遍，城门外知府孙永康率领当地官员静静等候郡主大驾。不多时，远处马蹄声、车轮声渐近。永嘉郡主大驾光临，灵州府蓬荜生辉，下官灵州府孙永康携所属官员请郡主安。免礼。下官为您准备了接风宴，郡主您看什么时辰方便呢？明日吧，路上奔波。是，明日下官叫夫人来请郡主。孙大人，回城吧，郡主乏了。众人看向说话的青年，面露疑惑。这位是鲁国公府谢二公子，也是郡主未婚夫。谢二公子说的是，咱们这就回城。孙永康等人上马车，前方带路去了。这位二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呀，一个字混，别搭理，也别招惹，没事。一个不谙世事，一个无所事事，即便直奔林州，也是来玩的。郡主暂时接管财库，怕是有生意上的事儿了。亏了有左大人。沈淑荣一行人在知府的宅邸安置下来。郡主，这里问题很大。一人指着地貌图的某处，三县交界，无人治理，有问题，三县均无需担责。辛苦二位。不敢。郡主打算如何做呢？谢云照听着就是听着，蓉蓉表情不变，他就能好好坐着。既然没人管，又能不治罪，就说明这块地是无主之地。正是，这里灾情最重，涉及土地甚广，已经无人耕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治理的方案想出来了吗？郡主，只要此处治理好，其余州县也能用心治理，定能保10年，除非遇百年大灾。10年一家过，不会有问题。没人治理，等郡主来。郡主，二人大惊，不是小数目啊！谁治理就是谁的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二人思考着，随即拱手，觉得可行。只是郡主要地做什么？不过其他州县如何能听他的？其他州县怎么了？谢二公子，若让他们配合，不会容易。就算郡主出面，想必也会耽误一些时间。耽误多久？怕是整个汛期结束也难呢。什么？汛期结束？郡主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你要如何做？不用问，我定尽快解决，不耽误郡主的事。沈淑荣默默盯着他，信任
不是莫名的。申时，京城东宫内，书房桌案上的手指一下一下敲击着，每一下都敲在谢云峥心上。已经到了灵州吗？趁这几日忙，并未关注。在忙什么？谢云峥垂眸，他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就是最近的提议，裴副将都不支持，以往从未如此。殿下，臣知错。世子可有听说你的好弟弟和顾的永嘉妹妹同吃同住？谢云峥惊骇，怎么可能？他们还未成婚，谢云照怎么敢的？走之前他明明交代过。李琛如愿看到他放大的双眸，才知道急呀。你不信，一查便知。夜里不清楚，可是这白日吗？李琛停顿，卖了个关子。谢云峥急着上前一步，白日如何？说谢云照的马车成了永嘉沿途采购之物的放置处。谢云照，你该死！臣知错，这就安排去灵州府盯着。李琛摆摆手，人出去那一刻，双眸阴冷之极。世子爷不可，这次必须要贪命。二爷早晚是郡主夫君，世子爷若总是介怀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啊。他死了就可以，我退婚依旧去永嘉。世子爷，儿女情长罢了。国公爷知道，即便您再出色，也不会饶您的。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亵渎永嘉吗？永嘉一个弱女子，敢反抗他吗？郡主未必反抗过。他不是随便的人，你知道的。是，属下相信郡主。您再等等，万一不是，您就亏了。谢云峥闭着眼，马车前默了许久。让陆子谦去，就一件事，看住谢云照，不可以骚扰郡主。是，世子爷您消消气，属下去安排。待人上了车，赤羽深深呼出一口气。马车里的谢云峥手还在抖着，他知道谢云照对沈淑容的情感，自己比起他只多不少。沈淑容800里加急请旨，无主之地，治理后的归属问题，他有信心黄伯伯会同意。院外传来说话声，像是侍卫在驱赶谁。外头有事。郡主，府里大公子和3小姐听说您来了，想来见礼。不是说了今天不见客？是，侍卫已经把人赶走了。我睡一会儿，二公子回来让他来见我。出去1下午了，做了什么问了也不说。院门外一男一女带着仆人走远。切，郡主真的这么大架子？那当然，长得美应该的。都怪大哥，非要来看什么第一美人，害得我丢了面子。他堂堂知府3小姐，还没吃过谁的闭门羹，不过是经理人捧着夸大其词罢了。你这算什么丢面子呀？人家可是皇亲国戚，爹亲自去接都没见到人。那你还叫我来求见？哪有这么坑妹妹的？好了好了，我就是碰碰运气嘛，大哥知错了。孙菲菲狠狠剜他一眼，停住脚步，等他先走，不想与他为伍。等孙长耀走远，刚要回院子，庆卓还不够，要再详细些，时间不多。是，二爷。孙菲菲看呆了，为首那人是郡主什么人？再看，眼珠子给你挖下来。抱歉，冒犯贵客。见了郡主记得告状。告什么状啊？沈淑容才醒来，青竹跟着进来，行过礼，面色不好。沈淑容瞧着不对呀，她一般不让下属进来的。有事要同本郡主说。真难呀，二爷。看我干什么？说呀！郡主，二爷回来时有个女子盯着他看。哎呀，小题大做，人家没有恶意的。二爷，属下知道没有恶意，但他盯着您这个外男看，定是对您心思不正，目的不纯呢。正常，正常。谢云照垂眸，心底微微失落。这事儿要是放在谢云峥身上，他可是不准的。摆摆手，便让青竹出去了。他坐去沈淑容身旁的椅子上。蓉蓉觉得正常。你觉得他不礼貌，冒犯了你，需要我出头？没事了，不用。沈淑容轻笑，咋的？想看他吃醋？听巧玉说蓉蓉找我。想问问你什么计划，我能帮上什么？谢云照哪敢告诉他，不过还真需要蓉蓉帮忙。过几日可能需要你邀请临淮两地官眷办一次出游。可以，明日宴席上我会说。现在兵税改革的风声已经传出去了，的确引起很多士兵不满，郡主和财库也是多番被提及。这样才好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放心吧，他们占不到好，谁都别想好。聊完正事儿，谢云照一天没亲到人，又开始痒，2只眼睛找他的唇钉。我没事了。便起了身，站在他面前，挡住门外的光线，2只手拉着他的手。未来这段日子，我可能会比较忙的。沈淑容抬眸，所以呢，这青天白日的，别人府邸，正梦间，人已经被拉去里间。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谢云照紧紧地搂着人，脸深深地埋在沈淑容的颈窝，不该让他感觉是偷着，但不抱抱他
他今晚定睡不着。蓉蓉，我……沈淑荣耳朵微动，等着他的下文，他还是不敢说，即便深情不合纲常的寄语也是事实。怎么了？我想亲你。沈淑荣扑在他怀里，严肃什么？又没说不让。男人笑着低头吻了过去。沈淑荣搂着他脖子，闭上眼，享受时而温柔时而克制的亲吻。吃不饱是必然的，人出去的时候眼底的情欲未散。第二天，郡主接风宴午时开始。少爷，你要的折扇来了，你怎么打扮的这么夸张啊？孙菲菲翻了个白眼儿，他大哥懂什么？郡主身边为何有那等角色？不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势吗？自己这身行头正巧让昨天碰到的男人看看，他也不差。我们在郡主院里伺候，一定不可偷懒。若谁被郡主挑出毛病，别怪本夫人发卖了他。是，夫人放心。屋子里，沈淑荣听到冷笑溢出来，原来他也是这般，为了男人前程，处处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礼尚往来周旋于各家夫人之间。中年妇人眉眼含笑，跟着巧玉进来。妾身孙张氏见过永嘉郡主，请永嘉郡主安。孙夫人免礼。郡主的接风宴准备好，宾客已经到场，妾身来接您。辛苦夫人。哎，都是应该做的，能招待郡主，那是别人求不来的荣幸。沈淑荣进去，一边主位上的孙永康带头起身行礼，一屋子问安声。他叫大家落座，寻常宴席随意些，便坐在了另一主位上。本官来给大家介绍，这位是鲁国公府二公子，也是郡主未婚夫。现场一片恭维，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只是谢云照的眸子大多放在孙长耀身上，敢用如此恶心的目光看他的蓉蓉，真是不想活了。谢云照真想挖了这对兄妹的眼珠子。蓉蓉有没有发现有人觊觎她未婚夫啊？傍晚，沈淑荣简单的用过膳，刚躺下就听到外头传来声响，让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结果声音越来越大，像是朝他的院子来的。孙永康在院外求见。孙知府，怎么回事？禀郡主，犬子今夜2次落水，说是郡主召见才出来，下官冒犯来问问，怕有人借您的名义作乱呢。落水？大公子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正在院外等着。本郡主已经歇下，怎会叫人去找大公子？且这么晚了，男女有别。孙永康让人把儿子提过来。你和郡主说说情况，放心，郡主会为你做主的。是爹，郡主，有一男子2次来找长药，说是郡主有请。什么打扮？一身蓝衣，小厮打扮。本郡主身边没有男子，侍卫都是黑衣，且本郡主没让人找过你。孙知府，孙公子，请回吧。孙永康没法子，带着逆子出去了。爹，闭嘴，明天再说。孙长耀回去又沐浴，已经累瘫了，刚躺下，那小厮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床边。大公子，郡主有请。我错了，郡主找我也不去，打死我都不去了。请大公子记住自己说的话，否则不会再有侍卫经过湖边。是，我不敢了，我这就走，出城去亲戚家住，离郡主远远的。也不必，明天起你就跟着二爷，只是不能再看郡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都听你们二爷的。青英满意的离去，孙长耀吓得在床角瑟瑟发抖，不能硬碰硬，真死了怕也白死，爹哪能对抗鲁国公府？沈淑荣去睡了，能这般搞人的只有他男人，随他喜欢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云照出门去见沈淑荣，此刻的他感觉已经是夫妻版，丈夫走之前会告知妻子，喜滋滋的进去，却见沈淑荣眼里有怒，他几步跑过去握住他的手。发生何事？蓉蓉别急啊。见过二公子，二公子别担心，不是郡主的事。谢云照松了口气，但也紧张，谁会令他这般？花妈妈先出去，关门。花妈妈退走，沈淑荣仰头看着身边的男人，她想问到底什么才是真的。谢云照拉着他的手，盯着他瞧，眼眶怎么红了，心便揪了起来。蓉蓉，告诉我，谁惹你难过了？沈淑荣越想越可怕，紧紧地搂住他。离京之前答应小乔帮他查小进士有什么难处，结果他没有任何难处，正追李梅儿追得欢，李婉儿堂妹，真是恶心至极。察觉到他的不安，谢云照手一下一下摩挲着他的背，安抚着，半晌抬起头亲在他脸上。
我没事了。谢云照依旧担忧，连他的主动都来不及欣喜。谁的事？小乔，没事，我能解决。我留下陪你。不用，你去忙吧。谢云照哪能放得下心？我可以派人回京。真没事，女孩子之间的事，我会给她写信的。谢云照盯着他，见他眼底没有难过之色，慢慢放下心。我晚膳前回来。好。给我抱抱。沈淑荣张开双臂，谢云照搂人入怀。有事让人找我，你的事最重要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谢云照走时留下青樱。花妈妈进来问郡主是否要坏他计划？不必插手，剑不成可助他。有些人有些事，登高再跌落才有意思。花妈妈不解，但并没有多问。是郡主，大掌柜还在偏厅候着。知道了，我过去。郡主，灵州商户以墨家为首，其余不足为虑。只是墨家新任掌舵人，人称九公子，颇有手段，深得信任。他不做的生意没人跟。这2天可接触到人了？奴未露身份还没有，但都说极为不义。墨家云是他父亲当家，突然中风，据说有人暗害。16岁的九公子是唯一嫡子，他手段极端，很快肃清此事，接手生意。整个灵州都不看好，因为他是墨家唯一有机会读书的，从未接触过生意。结果人家书读得不错，生意也做得很好，是吗？是，他嗅觉极其灵敏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。短短4年，现在墨家还有九公子，已经成了领头羊。这样的人只能是朋友，将来我们的传通可以许诺带他。奴也是这样想的，但传闻他为人高傲，不好接触。孙知府他也不甚在意，未必把传运当回事儿。没有把握之前，别露身份。今年的粮价一定要控制住。是，奴告退。沈淑荣突然想出去走走，让孙菲菲来见我。是，巧遇领命走人。此时一处院子里，为什么要带令牌？灵州府没人不认识我，让你带你就带。哪那么多废话？各家令牌样式不同，实际没什么大用，能支配自己家仆人。还有一些特殊的可以调兵，比如谢云照的鲁国公府公子令，可以调派谢家军2000人马。放我这儿，你说靠脸就够了。孙长耀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。谢二公子别乱用啊！放心吧，没事我晾他干什么？谢二公子要去哪玩？会骑马吗？会就走。沈淑荣回府就沐浴更衣，见过祖父祖母，还要进宫归还尚方宝剑。郡王妃跟在他身后念叨：出去玩就出去玩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掺和官场做什么？小姑娘家的怎会这般野？马上都要成婚了，还不消停。娘，事都做了，接下来该想想怎么办才好。女儿动了别人利益。你还知道呀？你看看你爹你哥，谁像你这么不省心了？自从你落水呀，就跟换了个人一样。是不是谢云照带歪了你？和云照哥哥无关，我还要给他找了很多难题呢。哎呀，不和娘说了，我去给祖母请安。不跟你一起去，你祖母骂你啊，看在娘的面子上也能少骂几句。祖母才舍不得骂我。还没走到迎面碰到王嬷嬷。郡王妃，郡主，长公主让郡主一人过去。郡王妃柳叶弯眉蹙得老高，拉着女儿的手叮嘱祖母骂2句没什么啊，千万别顶嘴，别惹她生气。刚进正院，看到长公主那一刻跪下，眼泪滴滴落下。祖母，永嘉险些没能回来，险些再也见不到你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太子极恨永嘉，派人拦截刺杀？反间这一路都有人追杀，多亏云照哥哥一直暗中护着孙女，他后背受了伤，陆家3公子也受了伤。长公主怒不可遏，原本还要叫永嘉来劝劝，江山早晚是太子的，不可做得太过。结果他竟然要杀永嘉，这他还能忍？你快起来，把这一路的事仔细说来。沈淑荣眼里闪过得意，这才站起来。在他有意转移怒火之下，长公主决定陪他进宫。谢云照在娘那儿用的午膳，回临风居途中遇到府里第2讨厌之人黎霜。黎霜看着人从自己身边经过，连句话都没说。二表哥，我不会害你，你为何不能听我一言呢？你若是还想我叫你表妹，就别和我说这些没用的。您知不知道，他留下最得用的婢女，常常来以看新房的名义接近大表哥。蓉蓉留下最得力的婢女，看的是他们2人的新房，代表他重视与自己的婚事。蓉蓉知道他不喜金枝，不带他出门是考虑自己。我们之间的事和你说不清楚，也没必要和你说。不过有件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，即便我不娶郡主，也绝不可能娶你。谢云照掉头走人。哎呀，等蓉蓉嫁过来，也让她离黎霜远点。谢云峥大婚后，赶紧给3姨母送回去。怎么养的女儿啊？
离霜险些哭晕在婢女怀里。二表哥怎能如此绝情？傍晚，一家4口在一起用的晚膳。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鲁国公的儿子。对啊，爹，你要好好查。不过这次多亏了顾恺之和陆子谦，尤其陆子谦宁愿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。儿子打算明天安排2份谢礼给他们俩送去。好，赵二懂事了，是要好好谢谢你这2位小兄弟。他们都是儿子最好的兄弟。谢云照余光注意着谢云峥的表情，气死的。陆子谦护着谢云照。谢云峥心里闪过一丝疑惑，难道真处出兄弟情来了，舍不得谢云照死？2日后，大周永嘉郡主的婚期到了，鲁国公府，国公夫人正在临风居，看着这一身大红的喜袍穿在大儿子身上，热泪盈眶。娘，儿子娶郡主，你高兴些？娘当然高兴，只是感慨你如今都这般大了，以后可不能再任性了。当然，儿子以后都听郡主的，还任什么性啊？国公夫人脸上的笑僵住了。此刻云照有多高兴，云峥就会有多失落。沈淑荣身边围着一群送嫁的小姑娘，郡主今天真美。谢云照咧了一路的嘴角，在看到沈淑荣的那一刻小心收起来。蓉蓉，我来接你。喜婆看着椅子上的高堂，眼里都红红的，赶紧拉2位新人站好。你们以后要上孝下悌，谨信泛爱，要互敬互爱，于是有商有量。长公主刚说2句，声音哽咽，便说不下去了。老太傅也是，郡王和郡王妃也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对谢云照不放心，怕女儿受委屈。沈淑荣拉着谢云照跪下，拜别家人。祖父、祖母、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永嘉会幸福的。谢云照磕了个响头。祖父祖母、岳父岳母放心，云照视郡主如命，定珍之重之，不让他受一丝委屈。4位长辈连声说好，都是好孩子。跟着喜婆的引导，2人出了门。骑在马上的谢云照回眸看喜轿，他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穿上大红喜袍来长公主府接蓉蓉，甚至以为自己一辈子不会穿红，以为她10里红妆嫁的只会是谢云峥。拜高堂时，国公夫人又眼热，很快眨眨眼压下。鲁国公也很欣慰，儿子长大懂事了。等看到儿子跟着新娘子往洞房去，又觉得这心放得太早了，把人给叫了回来。你还要去敬宾客？谢云照不情不愿地跟在老爹身后去敬酒。也不情愿啊，多接接别人的祝福，再有喝点酒也能壮胆。谢云照好像懂了，的确得喝点酒。跟着爹敬了2桌客人，他觉得可以了，叫来顾恺之、陆子谦替他躲开爹视线跑走。沈淑荣正在新房里用点心，听到谢云照敲门声，二爷请进，郡主在等您呢。都去青竹那儿领赏。婢女们走得更欢，声声道谢恭喜。沈淑荣扇子半落，盯着他的少年郎一步步走近，美眸盯得谢云照浑身燥热。他在他身前站定，手轻轻拨动，挡住他姣好面容的喜扇。他终于得偿所拨不动。蓉蓉不好看。好看的，都说新娘子是一生最美的一天。云照哥哥是真的不好看，会吓到你呢。我不信，你给我看看。娇俏的整张脸露出来，谢云照直勾勾地看着。好看，像年画娃娃。你笑我？此刻的他无比确定，和他成婚，他也是高兴的。随后，人就被抱在了怀里。我真的娶到你了。2颗心最近的一刻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。他知道这一刻有多不容易，他更知道他们错过了多久。男人想亲被拦住了，还没洗去妆容呢。沈淑荣去沐浴更衣，等2人沐浴后，桌上的饭菜成了摆设，红着脸躺去床上，被扯过来盖在身上。沈淑荣见他过来，揪着被子蒙住头，突然身侧床铺被压下，他的心跳扑通扑通的，伸手赶紧捂住，像是能被人听到。这样蒙着热不热？热。我有办法让你凉快。
谢云照起身掀开被子，扔得老远。蓉蓉，我来伺候你，好不好？沈淑荣闭着眼，无声的邀请。男人得到允准，眼中喜色蔓延，吻住她好看的唇，稍微用力便尝到了那灵活的舌。简单的亲吻早已无法满足。夜已深，风在哼，我独自一人望星辰。星星闪，泪光残，心事重重无人问。心在痛，心在涌，思念如同浪潮汹。爱已空，梦已中，回忆刺痛在心中。听星星在诉说那些爱与愁，我的寂寞像沙丘，被风吹不休。听星星在沉默，沉默的等候，我的心已被伤透，却还在奢求。夜已深，风在哼，我独自一人望星辰。星星闪，泪光残，心事重重无人问。心在痛，心在涌，思念如同浪潮汹。爱已空，梦已中，回忆刺痛在心中。看到她绽放的美，他才终于满足了。他是真的得到她了。叫了2次水，谢云照顾及他的身体，把人搂在怀里，一遍一遍叫他，亲吻他的额头，喜欢极了。相公，我困了，睡觉好不好？谢云照被这2个字给控住了，半天没动，也没说话。等沈淑荣快睡着了，在他耳边轻声唤着：“娘子，相公陪你睡。”沈淑荣往他怀里拱，找个最舒服的姿势睡了。谢云照的胸口扑通的声音太大，怕吵到他，可又停不下来。他不知道是何时睡着的，只知梦里也不会这般美好。